厨子来猪圈挑食材，可老母猪却突然发情追着他滚，而且猪头顶他屁股，猪嘴还撕扯裤子，腚上被咬出10个洞，露出红内裤，把老母猪看得更兴奋了，用力一撅，直接把厨子顶翻在地，最后还站他身上用尾巴给他洗脸。然而村里就这一个大厨能做戏，看着受伤的厨子和没进门的新娘，新郎赵小双急得嘴上都起了个泡。中午开席，做饭的厨子被猪拱了，临时去别的村请人，先不说人家有没有档期，来回折腾还要备料，根本来不及，这可咋整？负责统筹的李喜急得满头大汗，都别愣着了，再耽搁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喜子叔，赶紧找人送我爸去卫生所包扎伤口，中午的席面我来掌勺。所有人都对他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。都是一个村儿的，太清楚这小子是个什么玩意了。打鱼摸虾，偷鸡摸狗，打架斗殴，这些他都擅长，可就是正事不干。在镇上换成了有名的痞子，就是因为名声不好，都22了，连对象都搞不上，自己还没活明白呢，能指望他干啥？爸，你也不信我？闭嘴，这里没你的事儿。得嘞，算我多嘴，真特么上赶着不是买卖，反正做辣的又不是我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卫生所。说完就要拉李卫国走，却被赵小双他爸赵武一把拉住。等等，老李，要不就让二春试试。啥？我是不是砸坏了脑壳，产生幻听了？让我这不着4、6的儿子试试？你是咋想的？那要整不好可就真是事了，你老赵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我记着二春以前好像跟过你，就让他试试，要不你说咋整？李卫国嘴角直抽抽，老二的确给自己打过下手，可就那么一次还让你看见了。他也会炒菜，可在家炒菜跟做上百人的大席能一样吗？要是做砸了，回头还得是自己这个当老子的背锅啊！可赵武已经决定了，自己要再说不行就是给人家拆台了。老二的确会炒几个菜，老赵你要是敢用，那就让他试试，回头我让他妈也过来搭把手。转过头对李春叮嘱道：“稳重点，别毛手毛脚的。你既然……行了，我有分寸哈，你快去包扎吧，再不止血都要流干杨子了。喜子叔，赶紧安排人带我爸去卫生所，都别愁眉苦脸的了，刚才只是意外，这叫开门见红，生意兴隆。”刚走到院外的李卫国脚下一趔趄，险些摔倒。二哥，咱这是办喜事儿，可不是买卖开张哈。不要在意那些细节，办喜事儿就该乐呵的。喜子叔，你们继续杀猪，尽快把棚子重新支起来。帮忙的都动起来，嫂子婶子们洗菜杀鱼，老爷们摆桌椅板凳。胡子和柏林，你们俩去豆腐房把豆腐推回来。爷们，那就拜托你了哈。放心吧，叔，这边就交给我了。大喜的日子，别拉个脸，笑一个。笑，摊上这样的事，老子能保证不哭就不错了。我笑得出来吗？但愿你小子的本事能跟嘴巴一样硬，要不然我们老赵家的脸面可就丢尽了。特么的，老杨婆子咋给看的日子，真他娘的晦气啊！随着凄厉的惨叫，罪魁祸首大肥猪就地正法。在李喜的张罗下，凉棚重新搭好，李春也将2座临时炉灶搭建起来，架起木柴引燃钢焦炭。李春把今天的菜单拿出来看了一眼，4凉8热，一共12道菜。在80年代，这菜码可是够硬啊！检测到宿主人生目标明确，意志极为坚定，梦想辅助器开始激活，激活成功。本系统将全力辅助宿主达成心愿。开局开发食品安全自动检测功能，2手组装3轮车1辆，终身以旧换新，个性围裙1件。刚确定目标，系统接踵而至，简直就是瞌睡送枕头。李春迫不及待查看起来。系统目前只是初级版本，只开放一个抽奖功能，每次抽奖需要消耗1000满意值，而满意值的来源就是时刻对自己所做食品的满意程度。查看新手奖励，食品安全自动检测功能。自己接触的任何食材，若是有危害人体健康的安全隐患，系统会第一时间给予提示。这个太重要了。个性围裙就是一件普通的整身围裙，不同的是，可以在围裙上喷涂个性标签，暂时只限于文字形式。眼下自己还只是临时代班，也想不出什么个性词藻，先把围裙系上，标签以后再说。不过这东西可以以旧换新，脏了不用自己洗，就很耐撕。最后一个是3轮车。像李卫国给人做大席，厨房所用到的锅碗瓢盆都是自备的，每次都是用独轮车推，有一辆3轮车装货，可就方便太多了。只是给整了一辆2手的，也太抠门了吧！鉴于宿主目前身家单薄，2手车便于解释。自己目前全部身家还有63块，整个新3轮回来真就解释不清，光是老妈那一关就过不去。好吧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打开局面，让老爸提前养老，自己独当一面。老爸那边回去再跟他慢慢商量。要让村民快速接受并认可自己，今天的大席必须做得漂亮，让大家印象深刻才行。刚刚看过菜单，其中几道菜稍加改动，应该就能起到不错的效果。这么一会儿，肥猪收拾干净，已经骨肉分离，留下今天需要的部分，剩下的肉以及下水还要卖掉。李春挑出7、8斤碎肉交给陈雅丽，嫂子，这些肉拿去剁碎，一会儿我炸丸子。啊！随即李春又把骨头挑出来交给杨世才，大才，骨头砸开，拿去西屋大灶焯水，这个你没问题吧？他连头都没抬，端起骨头盆就要走。
80年代农村红白喜事都吃席，少的7、8桌，多的要摆几10桌，而且饭菜讲究凉热搭配，有荤有素。女人们天不亮就起锅烧油抡菜刀，一边炒菜一边八卦，小孩们跟在屁股后偷几块肉就跑，老少爷们不等上菜就坐院里划拳喝酒，所有乡亲忙里忙外就图个热闹。一场大席几百人吃喝全靠村里总厨安排。然而今天婚礼就要开始，大厨李为国去的诸葛亮，败家儿子竟接过父亲大勺，给全村人做菜吃。要让村民快速接受并认可自己，今天的大席必须做得漂亮，让大家印象深刻才行。这对于前世在劳改队做伙夫的李春来说并不难，可村民并不信任他，甚至都躲着他走。帮忙这些人的态度不对劲啊！除了跟自己特别熟悉的张婶、邱燕姐以及本家兄弟李虎、李宝几人之外，其他人的态度都不对劲。像陈雅丽就是在刻意避讳，而杨世才几人对自己明显是惧怕，一个个唯唯诺诺的，这样可不行。大才，你等一下，其他人也先停一下，我有话说。李春喊了一嗓子，所有人都看了过来。我发现有些人对我有偏见，这我得说两句了。外边人编排我说我是牲口霸道的混蛋，这是造谣，是对我人格的污蔑。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大家都了解我，只要没招惹我，我李春从来没主动欺负过谁吧？大才，你干啥不搭理我？我欺负过你咋地？杨世才一激灵，咋没欺负过？小时候你还抢过我煮鸡蛋呢！我操，你特么记性可真好啊！不考大学，在家种地都屈才了。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，小孩子打打闹闹过家家也能算数。别管我在外面咋样，但在咱们村里，我李春自问还算敞亮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做席，帮忙的嫂子们还有大才你们这些端油盘的，咱们大家就是一个团队，你们得支持我。今天至少22桌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用到神，希望大家手脚麻利点，全力配合我。咱家从大锅饭那会儿就是干这个的，规矩我都懂，有些地方更不差事儿。最后，我李春拜托大家了。众人很少看到李春一本正经的样子，都为之一愣。没说的，你是大师傅，你说了算，姐姐保证听你的。我也是，只要你不欺负我也没问题。那就都动起来吧，干活！好嘞。这一刻，后厨组的气氛发生质的改变。这些人中，很多人都是村里御用大席帮忙人员，手头利落，谁家办事儿都喜欢请他们帮忙。等自己抢班成功，这些人就是自己的班底。作为村宴厨师，帮忙打下手的班底太重要了。若是没有他们，光凭厨子一个人，累死也无法完成。光有班底，没有凝聚力也不行。第一次当大师傅，必须把大家凝聚起来。刚才一番话，显然达到了目的。赵武叔家的人还在看，他们还是不放心啊。活计安排下去，李春找到总理黎西领油盐酱醋等调料，对照单子把调料都领取出来。最后柜子里还剩下个布袋子。喜字叔，袋子里装的啥？黎西打开袋子看了一眼，芝麻。芝麻能给我用不？行，只要你用得上的，叔都给你安排。二春啊，你小子可得上点心，千万可别掉链子，不然老赵家丢人，你爸也没面子。打住吧您呐，听你这话还是不相信我呗？就你以前那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值得我相信吗？这老登对自己成见很大呀。老子以前在镇上混，可从来没在村里作威作福，偶尔偷只鸡，也只是对有过节的人家进行打击报复而已。所以老登，你家的鸡是不想要了吗？李春端着切好的猪肉块去本家大灶把猪肉炖上，起锅烧油，先炒糖色，没有冰糖，绵白糖也是一样。待糖色炒到棕红色，李春将20多斤猪肉一股脑倒了进去。新手任务，请宿主第一次执掌大席的过程中获取满意值10000加，超额完成任务，奖励加成1万满意值。22桌，每桌8个人，算上帮忙的最多不超过200人用餐，平均每人至少要贡献50以上的满意值才行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得拿出点真本事了。肉块下锅，连同花椒、大料和桂皮放下去煸炒，必须尽力做好，让人们尝一口，就再也不想吃李卫国做的炖肉了。老李头，你那一成不变的手艺落伍了，也该给你儿子我让位了。连续煸炒20多分钟，葱姜下锅，加入咸盐酱油煸炒，香味一下就出来了。检测到食盐中的碘含量不稳定，经常食用会导致多种障碍，如甲状腺肿大、克汀病。检测到酱油中细菌超标，并含有蛋白质生命。这个食品安全检测功能还真是负责啊！可是碘盐至少还要等7、8年呢。小卖部卖的是散酱油，这些都太正常了。系统往后只要不是吃了上吐下泻那种要人命的安全隐患，就不用提示了。食材所限，我也没招。身后的李虎吞咽着口水，给李春比了个大拇指。还得是二哥，上次偷二赖子家鸡，我就知道你炖鸡那是真好吃，没想到炖肉也这么牛逼啊！放屁！我啥时候偷鸡来着？你可别扒瞎哦！我懂，没偷二赖子家的，偷的是郑老抠家的。滚犊子！这点老底全都被这货扒出来了，要是被人听到，让老子赔鸡可咋整？打发掉李虎，往锅内加入足量开水，就等8成熟的时候加粉条了。端着空盆转身，一个脸盘子猛然出现在眼前，差点直接对脸。李春看清楚是赵武的大儿子赵小鹏，李春一脚将铁盆踢出门外。干特么啥呢？巨大声响把院里的人都吸引了过来。赵小鹏挠了挠头，咧嘴干笑。
没啥，我就是过来看看。放屁！当我是3岁孩子好骗是吗？刚才你们就一直在我身边晃悠，我都没说什么，这还没完没了了。你们要搞清楚，我在这忙前忙后是在帮你们，而不是求你们。要不是看在赵叔跟我爸关系不错，你当我愿意站出来？你家做蜡关老子屁事！赵叔，你给我一句痛快话，要是信不过我现在就走，别搁这恶心人。赵武骚得满脸通红，上去就给赵小鹏一脚。谁让你跑这碍手碍脚的，给老子滚蛋！踢跑儿子，他赶紧解释。李喜也过来帮忙劝说，李春这才答应继续帮忙。他路过装下货的大盆时，顺手拿走了护心肉和一张网游。厨子不偷，五谷不收。你们这样对老子，老子还预祝你们赵家来年五谷丰登，绝对够意思。他同时点燃2口炉灶，在一只炒锅里倒入生油，随后加大葱、生姜、香菜、花椒熬至料油，准备炒菜。再在另一口锅里把芝麻炒熟备用。等锅中油热，便倒入10斤花生米，然后用大勺不停搅动，待果仁稍微变色，马上捞出控油。花生米油性大，离开油锅，内部高温的油脂依然处于炸制的过程中，这种状态等完全凉下来刚刚好。又在锅里加1勺清水和1斤白糖，开始不断搅动，再把刚刚炸好的花生米全倒进锅，快速翻火，让每一粒花生米都裹满糖浆，最后加入炒熟的芝麻，翻炒均匀出锅。来尝尝看，嘎嘣脆，不错哎，火候刚刚好。来自杨秋燕的满意值+3，来自李小梅的满意值+1，来自……这就有满意值了。看着系统满意值不断提升，李春开始期待下一次抽奖了。新手大礼包就有3轮车和围裙，再抽奖不知道有没有小汽车。同志们别着急哈，今天我就给你们做一个从来没吃过的。张婶儿帮我炸油豆腐，我这就开整。其他妇女也凑了过来，个个伸出手。炸花生米竟然还能这样操作，卧槽，太好吃啦！二哥牛逼！来自邱翠兰的满意值+100，来自郑福慧的满意值+100，来自100满意值应该就是上限，而且每道菜每人只能贡献1次满意值。可就这么一会儿，收获的满意值也已经破1000，照这样下去，完成任务应该问题不大。更何况我还准备了其他亮点呢。凉了更好吃，根本停不下来呀！妇女们把男人挤到外围，咔咔一顿猛造，嘴巴炫得跟仓鼠似的，爪子还不停地往盆里伸。李春赶忙拱进去，双手护住大盆。卧槽，尝尝味儿就可以了，22桌呢，都不够装盘了。妇女们见确实不咋富裕，这才收手，可眼神却总往麻仁花生的盆里偷瞄。没吃够啊，二春，你这是跟谁学的？就算是老李也没有这手艺吧？你当我在外面白混呢？我会的还多着呢，你们跟着我好好干，往后经常会有惊喜发生。咋地？听你那意思，不去外面瞎混了？不混了，老大不小了，该干点正事儿了。老二啊，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你爸要是听到你这话，一眼褶子都能乐开花。妇女们笑作一团，李春却一脸窘相。张婶儿，拜托你以后要么叫我二春，或者直接叫我名字，但是请不要叫我老二。呼哈哈哈！一说一笑间，刚才对李春还怀有忌惮的人们，这一刻也欣然释怀了。能说会笑，炸花生米还好吃，跟这样的年轻人在一起干活，不比面对李卫国那个榆木疙瘩强多了。心情好了，干活都痛快。男同志刷盘子洗碗，妇女们切菜剥蒜。李春穿梭在每一口炉灶之间，炸丸子、炸鱼、炖海带丝。这炸丸子是我今天特意准备的王牌。准备工作基本完成，宾客也陆续上门，写账随礼，喝茶聊天。哎，咋没见老李呢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也是刚听说的，老李被猪拱了。别他妈扯淡，小心老李跟你急眼啊！保把下，是主供他的棚子，把老李脑袋砸开瓢，送卫生所缝针起咧。卧槽，那这顿饭谁做？那人冲棚子方向努努嘴。老李他家老二，今天他长媳。二春，他能行吗？老李家人都会做饭，既然赵家敢用，就说明能行。至于好不好吃就不知道了。凉棚这边给灶上添加焦炭，李春也点上一支烟，抽上一口。春儿咋样了？能行不？得知二儿子替老李长媳，他都懵了一下。要说老二能干正事儿，我这个当妈的都不相信啊。李卫国也是，怎么就同意了？这不是胡闹吗？万一搞砸了可咋整？跟着李卫国去卫生所，包扎完毕，把老李送回家，立马跑了过来。还不等李春搭话，一帮老娘们就夸赞起来。哎呦喂，咋不行呢？我看二春这手艺比饭馆大厨都不次。婶子，你看，这是二春做的，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花生米。王慧兰下意识捏起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，一口咬下去，眼睛大亮。春儿，这真是你做出来的？李春二郎腿一翘，那还有假？大伙儿都看着呢。啥时候学的？这还用学？跟喜子叔那看到芝麻，一琢磨不就做出来了吗？咋呀？你儿子超有天赋的，快夸我，回头帮我一起弹劾老李下台啊！你这围裙哪儿来的？啊，这咋又扯到围裙上了？王慧兰拉起围裙一脚捏了捏，痛心疾首的数落起来。家里有旧围裙你不穿，非得穿新的，猪鼻子插大葱，你净给老娘装，还整个白色的，脏了都不好洗。总不能跟他说是系统奖励吧？妈，我爸伤势咋样了？
对啊，婶子，李叔没事吧？新娘子接回来了。新媳妇儿到家，李春他们可没时间看热闹，开始凉菜装盘。热河本地的豆片自带咸味，加上葱丝，只需1勺料油加持，就是一道深受本地人喜欢的爽口凉菜。山楂罐头连同提前泡发的银耳搅拌一下即可装盘。轮到麻仁花生的时候，装盘的妇女还偷偷往嘴里塞1、2个，发现李春正看着自己，赶紧捂住嘴巴。要不是没有芝麻了，不介意给妇女们再做一些当零食。最后一道凉菜，熟食铺买的成品烧鸡，他上手撕开，2只烧鸡装了5盘。王慧兰知道儿子最爱吃鸡屁股，随手扯下来，直接摁李春嘴里。李春给老妈比了个大拇指，咀嚼一口却皱起了眉头。当地烧鸡是卤制，很咸，卤料味极重，完全吃不出鸡肉本身的鲜香。放在后世，这种水平的烧鸡白给都送不出去。做大席为的是积累口碑和满意值，指望东家打赏的那点红包发家，简直痴心妄想。想要赚钱，还得开发一些周边产业，比如卤味、香肠、麻仁花生这类下酒小零食等等，只要做得好都有市场，甚至可以跟大席捆绑销售。做美食主播的时候，自己琢磨配料制作的熏鸡广受好评，就连大饭店都经常订货。放在这个时期，市场一定火爆。抓紧时间把熏鸡做出来，早点挣钱才是王道。这时总理李喜跑了过来，爷们儿准备的咋样了？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发花开席了。李喜拍了拍李春肩膀，对王慧兰笑比了个大拇指。嫂子，你家二春是这份的，今天可帮我大忙了。嗨，这不是赶到这儿了吗？没耽误事儿就行啊。得嘞，那边也差不多了，我就张罗开席了哈。80年代农村结婚真简单，火盆一卖，高堂一拜，证婚人站出来讲几句就算礼成，剩下的全看大席硬不硬。支个大棚借来全村桌椅，每桌少的8个菜，多的有16道，而且都配上罐装散篓子。下酒菜上来，男人就开喝，等所有菜都齐了，总理人就对所有人吆喝一声：开席楼。总厨李春大勺一挤，灶火猛窜，油盘们齐刷刷挺直腰板。敬神，凉菜压桌，来肉。油盘们端着托盘派送，大步流星，腰杆挺拔。有着，慢回神明的。秋练解叮一下，新进桌分量要足，鸡肉挑好的装盘。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全部交代下去。李春插上电风匣，把火力催旺，2灶同时开动。你为国做大席这么多年，可都不敢这么干。老二第一次上灶就双管齐下，怕是要疯啊！春儿，你可别做，一个一个的炒，来得及啊！你就放心吧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！我要让在座的乡亲们看到，我李春有能力，甚至青出于蓝。往后谁家办事儿，就放心来找我吧。随着凉菜上桌，宾客齐齐开动。今天的拌豆片不错，葱不苦，咸淡正好。银耳也不错，不像上次老王家办事儿，1瓶罐头拌1盆银耳，还特么兑了半瓢水，吸了光汤没滋味。哎，这是啥？芝麻球？夹起一颗放到嘴里，一口咬下去，芝麻的香，花生的脆交合在一起。我靠，这里面是花生，太好吃啦！花生还能这么做，可真是小刀拉屁股啊！哎，你们别抢，给我留2个啊！来自高原蓝的满意值加95，来自刘翠菊的满意值加100，来自月兰嫂子，你家二林也是这几天办事儿吧？呐，阴历24，下礼拜天赶上我家老郑休办，到时候大家都去喝喜酒哈。嫂子，你家也请二春坐席呗？啊哈哈，再说呗，反正人家是亲爷俩，谁去都一样。头牌主桌上，赵武正在陪几位村干部以及村里说话有分量的老人喝酒，尝过麻仁花生，所有人的满意值狂刷。这都是李家二小子做的，那可不呗。这小子平时看着不靠谱，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手艺。要是能塌下心好好干，老李家这手艺也算是后继有人了。我也没想到李春竟然有这本事，光是这一道菜就把面子给自己赚足了。新亲桌上表情同样精彩。本以为新郎这边的大席再好也好不过家里面，可这麻仁花生也太好吃了。一盘花生顷刻间就被抢光，他们舔掉粘在嘴角的芝麻，齐齐看向南方代表。炒勺轻颗炒锅，发出声响。上菜，洋葱炒肉。来了，慢回神明的。儿子，妈帮你刷锅。得嘞，辛苦了您呐。这时李喜满头大汗的跑了过来。爷们儿，你那麻仁花生刚端上去就被抢光了，别桌就算了，再给新亲多装1盘。喜子叔，芝麻就那些，没有富余的，再给他们装1盘，后面就不够了。啊，一点富余都没有。原本是有富裕来着，可架不住这帮娘们坚守自盗啊！要不是我死命拦着，怕是连盆都得给糟了。妇女们也有些心虚，眼神游离不定。李喜急得直抓头发，这可咋整？新亲可不能怠慢，要是人家挑理就麻烦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把最后你们那桌的先借给我，回头不行，给他们，我们吃啥？好家伙，你这算盘珠子都奔我脸上了，要点脸不？你要是敢用我们的，老娘我挠你满脸花。那你们说咋整？人家是新亲，提出还想再吃1盘，不给上也说不过去啊。要不把剩下2轮装盘的时候适量少装一些，再给新亲桌挤出来1盘。这下妇女们再也不敢偷吃了，再吃真就不够用了。
没想到麻仁花生的反响会如此激烈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满意值都6000多，估计这一轮下来，任务就完成的差不多了。所有桌上的麻仁花生几乎秒被抢光。随着时间推进，第一轮只剩2个菜，红烧鲤鱼压轴，四喜丸子率先登场。儿子，你弄的丸子咋这么大？这才是正宗的四喜丸子，你就瞧好吧。秋燕姐，你们装盘，一盘装4个。好嘞。李春这边起锅烧油，葱姜爆锅，把蒸制过程中存在托盘的汤汁倒入锅里，这才是精华。稍微添加一些开水，加少许盐，酱油调色，白糖提鲜，锅边粗增香。浅尝一口，李春点点头。调湿淀粉勾芡，最后沿着锅边淋入1勺料油，将浓稠油亮的芡汁浇在丸子上，捏点香菜叶点缀，起火，油盘，精神，走菜，四喜丸子。好嘞。慢回身。王慧兰帮儿子刷锅时，用手指沾了一点汤汁放在嘴里，眼睛顿时一亮。春儿，你这手艺可以呀！以前我咋不知道你做饭这么好吃呢？在家你嫌我炒菜费油，从来不让我上手，好不好？妈，你说心里话，我这手艺比我爸咋样？你做的好吃。那你回去跟我爸说，往后再有做席的，让我来行不？你说啥？先干活，回头咱娘俩再唠。李春这边继续给红烧鱼调汁，席面上四喜丸子上桌，再次引发轰动。这么大的四喜丸子，过去大户人家办大喜，四喜丸子就是这样。在尝味道，所有人都不住的点头。浓郁的蒜香，沾着咸甜适中，还带有微酸的汤汁，简直太好吃了。一时间又给李春贡献了一大波满意值。随着最后一道红烧鲤鱼端上来，头一轮12道菜全部完成，宾客们吃得满嘴流油，还不时有人冲着李春这边比大拇指。就喜欢你们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都吃美了吧？回去可别忘了给我宣传宣传哦！谁家办席都来找我，面子这块保证拿捏死死的。这不是打雷，而是我们庄头营村的村办企业，红砖厂中午放炮崩黄土，也就说明工人中午下班。第2轮坐席马上即将开始。第1轮吃席的村民都打道回府，新清桌除外，只要能挺得住，他们可以一直喝。村长赵维明背着手来到凉棚。二春啊，好好干，可别在外面瞎折腾了。回头赶紧收个媳妇儿，叔给你批一块好地，盖房子。李春擦擦手，给村长点上一支烟。有村长这话我就放心了。您没喝多吧？要不我让虎子送您回去。不用，这点酒不叫事儿。等你结婚，叔比这喝得多。那感情好，我家春儿的宅基地就指望你了哈。到时候我找最能喝的陪你。都不是事儿，那你们忙着，我回去眯一觉，走了。3天前他还是村里有名的二流子，白天刨人家祖坟，夜里猛摘寡妇们，而且偷鸡摸狗样样在行。村里人看他就像看见瘟神，全都躲着走。可今天他竟独自撑起了婚礼大喜，22桌每桌10道菜，吃的乡亲个个满面红光，满嘴流油，就连村长都脱了衣服当场打了套军体拳。王慧兰伸出手在李春面前晃，声音发颤：“啊，你不是被啥不干净玩意儿上身了吧？今天咋就像变个人似的呢？”那咋的？你儿子学好干正事儿还有毛病了？要不我还是打牌去吧。王慧兰吓得死死抱住儿子的胳膊就不撒手了。别，还是这样好，还是这样好啊！娘俩开了几句玩笑。李春给炉灶添火，妇女们端着空盆去抄桌，可回来时一个个却耷拉着脸直磨牙。咋的了这是？日他娘的，一个个好像是饿死鬼揍的，狗笔都没剩下，盘子舔得比脸都干净。还不都怪纯菜做的太好吃了，要不是嚼不动，非把盘子也造了不可。不至于，这事儿我早就惦记着呢。说完，他回身把墙根的盖帘掀开，下边是小半盆炖肉，旁边水桶里还有6、7块血豆腐用凉水扒着。二春，你啥时候蒯出来的？偷摸节留这么多，能行吗？放屁！可别瞎说八道，这些明明都是剩菜，没看上面还有人家吃剩下的土豆丝和木耳吗？一会儿3轮忙完了，我添上血豆腐和粉条，搁锅里一烩，咱们按人头平分。我还留了几块豆腐，待会儿用鱼汤咕嘟，连同鱼杂平分。另外，丸子我也多炸出来一些，每人分1个。二春你太棒了，二哥牛逼！记住喽，咱留的都是剩菜，可别去外面瞎咧咧哈。知道，都是剩菜。砖厂下班，马上就该第2轮了，都动起来，赶紧准备。好嘞，大家回到各自岗位，干起活来比之前更带劲。这事儿也就咱家老二能干得出来，胆子也太大了。不过稀溜，反正都是剩菜，不吃白不吃啊。不一会儿，砖厂工人陆续回来，李春的大哥李海也在其中。他径直来到凉棚，一脸焦急地问道：“妈，听说我爸被砸了，伤啥样了？”王慧兰递给他一条湿毛巾，耳根子划了个口子，缝了3针，打了消炎针回家养着，1个礼拜拆线。李海闻听放心一些，又冲李春一笑：“春儿，听他们念叨说你的手艺比爸还厉害，啥时候练出来的？我们都不知道呢。”在外面吃过看过，慢慢就学会了。大哥，有时间你也应该多出去转转，你这1年到头出村的次数都有限，这可不行啊。王慧兰不爱听了，给李春一巴掌：“你可别勾引你大哥，他这样就挺好，家里有一个不省心的，就够老娘受的了。”
再把你大哥教坏了，老娘还活不活了？娘仨唠嗑的时候，一个干把瘦的小老头晃晃悠悠进院，见此人，村民们一脸嫌弃，只是点点。郑老抠，你爸都快蹬腿了，不在家伺候你爸，还有心思出来骗吃骗喝？哎，你这是啥话？什么叫骗吃骗喝？都是一个村的，赵武家办喜事儿，我上门道贺有毛病吗？再说了，我郑福来从来都不差事儿，去哪家喝喜酒，咱可都是随礼了。好，这个老瘪犊子实在太恶心人了。村里红白喜事儿，郑老抠必然到场，随礼1毛，吃3个人的量，1毛啊！灾害3年，村里都没有随1毛钱的，这比骗吃骗喝还他妈恶心人呢。可气的是，较真还挑不出毛病，毕竟没有刻板规定不能随1毛钱的。埋汰他2句，人家不在乎，脸皮比城墙还厚。算了，喜子哥来了就是喝，老郑你随意哈。喜子，你看看东家，这叫格局；再看看你，就这涵养还当总厨呢？呸！挺大岁数都活狗身上了。哎呀，卧槽，你特么的！李喜路胳膊挽袖子就要开整，赵武赶紧张罗人把他拉到一边，这才避免一场冲突。凉棚里，王慧兰看到郑老抠，也恨得牙痒痒。这个老王八犊子，去年秋天他家老二结婚，死皮赖脸上家哄你爸去给做席，整一堆破烂玩意儿，让你爸给颠对10个菜，把你爸愁坏了。回头新媳妇儿娘家那边嫌菜破，这老瘪犊子还把你爸好一番埋怨，最后一个大蹦儿都没给。郑老抠他就做吧，眼瞅着他家老头子就不行了，就他这人性，到时候指定没人上前帮忙。劈腿。那天李卫国回去之后，气得2天没吃饭，满嘴起大火泡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已经替老爸报仇了，连续2天从郑老抠家偷了3只老母鸡，早就回本了。后来还想再去把剩下3只连窝端来着，没想到那老登正经挺狠的，裹着破棉袄，愣是在鸡窝看守1个礼拜。最终我还是没熬过他，放弃了继续复仇的打算。第2轮开始，大家又忙碌起来。李海在凉棚唠嗑耽误一会儿，随了礼，其他桌已经坐满，只能跟郑老抠同桌。听上一轮吃席的村民说，麻仁花生超好吃。所有人的筷子全都奔着花生伸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郑老抠猛然抬头，指向后山一声暴喝：我操！你们快看，那是啥？几乎所有人都条件反射的扭头看了过去，再把头扭回来，麻仁花生没了。只见郑老抠把一个鼓囊囊的布袋子揣进卡布裆，拿起筷子夹一大块银耳塞嘴里，端起酒杯砸了一口。喝！看着郑老抠那副德行，李海几人都气炸了。郑老抠，你这是干啥？咋了？还咋了？你咋把菜装起来了？我们还特么一口没吃呢。郑老抠龇牙咧嘴，把手伸进卡布裆一通鼓捣，好一会儿才把布袋子薅出来，往桌上一拍。要不我倒出来，你们再尝尝。郑老抠，我操你大爷！你特么简直不是人啊！都别拦着我，老子非削他不可！其他几桌人嘎嘎直乐，这老犊子简直损到家了！孙贼，你还想打我？信不信你一抬胳膊，老子就躺下，去你家吃半年，还给我家省粮食了呢！你老犊子，你给我等着啊！几人搬着凳子凑到一起，小声嘀咕了几句。等会再上菜，你负责伸胳膊阻拦郑老抠，其他人把盘子拖过去，3下5除2把拉到各自碗里。不到3秒钟，摆在郑老抠面前就只剩下空盘子，连菜汤都被咔吃得干干净净。这下轮到郑老抠傻眼了，连续4道菜，我一点没捞着。炖肉端上来，几人正要抢，郑老抠直接站起来，脖子尽量往前伸，脑袋一晃，阿嚏！哈喇子、菜渣子、芝麻粒子覆盖了整个桌面。郑老抠，我艾特100%。几人呆立当场，彻底石化，几个大老爷们儿都要委屈哭了。赵武和李喜赶紧过来处理。几位兄弟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咋不跟这号人置气？来，这边加凳子，咱们坐别的桌，菜管够。这老牲口迟早遭报应。不好意思哦，实在没憋住。没关系，老郑你慢慢吃，吃好喝好，千万别噎着。李海老实，挤在别的桌根本抢不过人家。来，孩子过来，妈给你留了。李海被叫到凉棚，王慧兰每样菜拨出一些，又特意盛了满满一碗肉递给他，就在这里吃，甭跟他们挤。接下来郑老抠一人把这一桌子菜搂得勾满好评，这才背着手离开。自己做的菜给这老东西吃，还特么不如喂狗呢，而且还坑了大哥一把，就更不能惯着了。李春招招手把李虎叫了过来。虎子听他们念叨，老抠他爹要死了。那呗，好长时间吃不下东西，都脱相了，估计就这几天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李虎突然恍然大悟，点指李春桀桀怪笑：你明白啥了？二哥，你一定是想等老头蹬腿时趁乱偷他家鸡，对不对？二哥，我跟你说，今年他家又抓了10只鸡，老抠每天捞蛆抓蚂蚱，养得老肥了。
咱别等了，今晚就下手吧。哎呦！没等他说完，李春抬手就是一个大波溜子。别特么瞎比比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你就负责给我盯着，人没了马上通知我，越快越好。难不成你还要给他加随份子？滚犊子！2轮结束，李春查看系统，满意值都快2万了，任务已经完成，就不知道宴席结束时能超额多少了。这时，新亲那桌终于散场，娘家人喝得满面红光，摇摇晃晃从屋里出来。赵武握住女方老叔的手，摇晃起来。亲家，吃好了吗？吃好了，吃得太好了，感谢亲家热情招待，菜做得太地道了。送走新亲，赵武脸上的褶子都乐开了。本以为今天是个节，没想到李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，太有面了。除了郑老抠闹那一出，简直完美。小双，今天你2哥可给你们帮大忙了，要没有他，今天可就褶子了。一会儿你们2口子好好敬你2哥一杯。我们知道了。有些人可能有事儿没有到场，算上帮忙的，再开6桌足够了。李春他们熟练的配合，最后1轮菜品一一呈现。还剩最后2道菜的时候，赵武2口子来到厨房。赵武媳妇双手捧着一个盖着红布的大托盘，里面装的是蟹处理。大师傅辛苦，家里略备薄礼，请笑呢。谢东家。他当面掀开红布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前大声报出礼物，这是规矩，也是给东家挣面子。东家谢厨，收到毛巾2条，白糖2斤，茶叶2袋，郁金香烟2包，祝东家一顺百顺，多子多孙。李春当场打开1包烟分了下去，看得王慧兰直心疼，赶紧把其他几样收起来，把给大家打包的剩菜加工分发下去。这次坐席算是圆满数。李春解下围裙攥在手里，系统，这东西怎么以旧换新？宿主，只要碰触围裙需要更换的时候，本系统会自行操作，请问现在是否更换？这倒是挺方便的，不过现在还是算了，自己那精明的老妈可不好忽悠。众人围桌，喝着板成烧锅的56度散篓子，大家都在夸赞李春。新人敬酒，新郎双手给李春奉上红包。2哥辛苦了，我大爷那边等我们回门之后，一定登门看望。好，这是我重生回来第1次收入小钱钱。李春的嘴角都要裂到耳根子了，可刚一回头，李春就愣住了。老妈王慧兰的手借着桌子的掩护向自己伸开，而且还挤眉弄眼儿向自己暗示：“这是我的。”麻溜儿的，只要你1天没结婚分出去，这个家就是老娘说了算。少废话，老娘帮你攒着说媳妇儿。这里人多嘴杂，我可不想因为红包继续跟老妈纠缠，算了，给他吧。王慧兰惦记家里受伤那位，便拎着李春打包的饭盒先回去。李春陪着大家喝了1个多小时才结束，酒席散去，大家帮忙收拾。李春把自家那些家伙事儿刷干净，装上独轮小推车，跟赵家人辞别，推车往家走。恭喜宿主，人生第1次结掌婚宴大席获得圆满成功。本场宴席，宿主累计获得满意值2.43万，可进行24次初级抽奖，中奖率100%。恭喜宿主超额2倍以上完成任务，奖励初级渠道卡1张。卧槽，还有道具卡片，这东西怎么用？初级渠道卡。看完注解，李春惊喜无比，果真是好东西啊！使用这张卡片，能开辟一个与食品有关的货物供应渠道，并且以全国最低批发价格，在保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前提下，源源不断为自己供货。范围涵盖了全国各地的干品、罐装食品、厨具、工具、器皿、酒水、粮食等等。不过，生鲜渠道就仅限于自己所在地半径50公里区域之内的生鲜食材，这可就太牛逼了。要知道，80年代的北方物资匮乏，交通闭塞，很多东西就算有钱都买不到，有稳定的供货渠道可就太难得了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系统只提供渠道，交易方式还是以现金结算，并不能用满意值替代。对了，还没抽奖呢，系统10连抽开始。恭喜您抽中脖头火柴1包！恭喜您抽中脖头火柴1包！这就是你说的100%中奖率。1包火柴零售价才2毛钱，我妈做饭能用1年，能不能来点稍微给力一些的阿魏？恭喜您抽中12硬铸铁大锅1套。奈斯，终于见到好东西了。之前还想着卖熏鸡、大铁锅，这就给安排上了。这东西去供销社买可不便宜，而且系统奖励的是一套，连锅盖都配齐了。这系统够意思，能出啊！刚才还没想好如何运用那张渠道卡，现在有了大锅，李春心里已经有了决定。24次抽奖结束，5箱香料各1斤，还有4斤白糖以及2斤红糖，其余12次机会抽中的全都是火柴。好家伙，妈妈，咱家再也不用担心没有火柴用了。系统这是用火柴来找出中奖率，往后抽奖这玩意儿一定少不了。既然用不完，就先攒着吧，攒多了一起卖掉。就跟以前李卫国拿回来的蟹处理一样，毛巾、茶叶、白糖根本用不完，全都被老妈送回娘家那边小卖部换钱了。1年到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。刚才抽中的所有物品已经全部被摆上货架，奖品消耗完可以直接用满意值购买，与商品零售价的比例大概是1001。卧槽，真特么黑，完全没有性价比可言啊！不过这些可都是用得到的好东西，尤其是各种香料，全是国内最顶级原产地出品，目前在热河市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，火柴除外。
定，宿主此次报酬为20元，以此为基准，以后承接宴席制作，最低标准不得低于20元。多少？赵小双给包了20块钱的红包，我爹给人坐席才5块钱，你们竟然给我20，疯了吧？系统，你怕是不知道80年代的20块钱是什么概念吧？最好的猪肉才1块8，新大米才2毛钱一斤，你让我管人家要20，做顿席要人家100斤大米，打劫都……哎，不对，赵家给20块钱绝对不正常。我明白了，我爸在他家受伤，这里面绝大多数应该是给我爸的补偿。系统，你不能都算我头上啊！系统，你回话不能这样事儿的。可任凭他如何追问，系统就是置之不理。那我要坚持要5块呢？低于最低标准，宿主将无法获取满意值，请宿主尽快承接业务升级系统。系统下次升级需要累积获取100万满意值。李春的眉头都能夹死苍蝇。升级系统就这标准，还不得猴年马月啊？普通百姓人家有几个舍得花20块钱请人坐席啊？太难了！朕创业未半而半道崩坏，完犊子喽！赵小双，你个败家玩意儿，我就挨着人民币100%。来自李卫国的满意值加100，来自李楠的满意值加。突然收到家人贡献的满意值，应该是正在品尝老妈带回去的剩菜。老爸的满意值直接拉满，这是对自己的手艺给予最大的肯定。如此让他退位让贤，应该能容易一些。跟他说我坐席起步要20块钱，别人能不能接受不知道，估计老爸非大义灭亲不可。定，来自韩文丽的满意值加100。什么鬼？韩文丽是谁？李春推着车，心事重重地回到东沟，远远就听到大柳树那边有嘈杂的吵闹声。大晌午头子不睡觉吵架玩，怕不是有大病吧？啊，竟然是老妈王慧兰！此刻大柳树下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，圈内王慧兰领衔，率领小妹李楠以及大哥家小豆丁李子慧，正在跟韩老婆子儿孙3代激烈对峙。你们家铁蛋儿抢我家小慧儿花生，还把我们推一个跟头，翻回头你还有理了？你还要点脸不？本来就是，你家孩子有好吃的不在家吃，非得拿到外面嘚瑟。要不是把我孙子馋急眼了，能抢他的吗？哎妈呀！我头一回见你这样不要脸的！我家东西，我孙女去哪儿吃，谁也管不着。你孙子眼馋就能抢别人的，那小卖部好吃的多了，他咋不去抢呢？狗屁你家东西，那是赵武家席面而上的菜，你们给人家坐席收人家红包，回头还把人家菜偷偷往回拿，你才不要脸呢！放你娘的屁！老娘特么！王慧兰冲上去手刃老韩婆。与此同时，李春终于挤进人群，一把将老妈抱住。妈，消气儿，到底咋回事啊？你问这老泼妇，我打包回去的剩菜受到全家一致好评，慧儿这孩子吃着不过瘾，抓2个麻人花生去外面臭显摆。韩家那铁蛋儿5、6岁的小个子冲慧儿索要不给，直接上手抢，还把慧儿推个跟头。小南出来看见，随即又把铁蛋儿放倒了。这可好，这老韩婆子就在树荫梁坐着，自己孙子欺负人，他没制止，铁蛋儿被小南推倒，他可不干了，骂小南不懂事儿。二哥，老韩婆太不要脸了，说小孩打架自己解决，我是长辈不能插手。他家铁蛋儿是男的，还比慧儿大那么多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小豆丁李子慧抱着姑姑的大腿，仰头看着李春。就是，都给我欺负哭了。不，还欺负哭了？我咋没看你脸上有泪痕呢？这丫头猴精的，比男孩子还调皮。大嫂没少揍她，都给打皮了。现在一般挫折根本触及不到她的泪点，小不点这明显是在挑事儿呢。再看那个铁蛋儿，嘴角上还粘着芝麻粒子，感情这小瘪犊子就是韩文丽，在一个沟里住这么多年，愣是不知道这孩子大名，只知道他是韩家小字辈唯一带把的，家里极为溺爱，怕不好养活，起了铁蛋儿这么个贱名。没想到系统还有另外一个好处，自动甄别真实姓名啊。孩子怎么打都没事儿，李楠大1倍，他就不应该上手。你的意思是，只有平辈的才能动手呗？本来就是，长辈打晚辈那不是欺负人是啥？李春点点头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妹妹推你孙子是不对。李楠一愣，二哥咋向着外人说话？我跟你儿子是同辈，我揍他可不算欺负人吧？韩志刚，你特么爱！卧槽，人呢？李春早就瞄着铁蛋他爹韩志刚了。别看韩家哥俩都比自己大，但从小没少被自己收拾。老韩婆子自己动不了，揍他儿子一通给老妈妹妹消消气也不错。可就是2句话的功夫，再找韩志刚就跑没影了。韩志刚，我操你大爷！有种你别回家，老子打不死你的！自己只是习惯胡搅蛮缠，可李家2小子则是彻头彻尾的混蛋啊！要是把儿子惦记上了，那不完犊子了吗？二春，你别不讲理，我家志刚可没招惹你。李春眼睛一瞪，那我家慧儿就招惹你孙子了？你不说平辈就能打吗？老子就等着他回来，有能耐你就别让他回家。那可不行，小孩子打打闹闹没关系，你们都是大人了，要是平白无故打我家志刚，我去大队告你去。说完拉着铁蛋头也不回往家走。这是认怂了。呸，还他娘的平辈打架没关系，老娘那家100多兄弟都叫过来，一人一口唾沫能淹死你，什么东西吧？
噗哈哈哈！听到这话，周围所有人都笑了。我妈这话可真不是吹牛。王家在太平庄村是第一大族，枝繁叶茂，各支的兄弟招呼起来真有100多。据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，100多个小舅子，大舅哥跟李卫国盘道，都把老李吓坏了。这事儿都成了笑话，全村人都听说过。李楠和李子慧簇拥着老佛爷得胜凯旋。这种人蹬鼻子上脸，尤其是那个小崽子，必须得收拾他一次，让他以后再也不敢欺负小慧儿，就跟他老子韩志刚见到自己一样，有多远滚多远。李春回到家，把锅灶放回库房，围裙第一时间被老妈拿走清洗。就知道会是这样，自己这个精明的老妈记忆力实在太好了。她从饭盒里找到顺回来的护心肉，切小块，用酱油腌制入味。到山坡上砍了一些合适的槐树枝条，剥皮，一头削尖，广油切成小块，包裹护心肉，然后穿串。二哥，你干啥呢？走，二哥带你吃烤肉。他把肉串交给李楠，自己抱了一大捆晒干的金条往外走。二叔、小姑，等等我啊！还是大柳树下，李春捡了几块砖头，码了一个槽子，干柴架在槽子上点燃，烈焰升腾，掀起滚滚热浪。退后点，别撩着。熊熊大火也把在家的孩子们全都吸引过来，铁蛋熊惯了，也跟了过来。二夫，你咋点火呀？你不会要把铁蛋儿烤了吧？哈哈哈！都一边待着去，我们要烤肉，没你们的份。一听说烤肉，再看到李楠手里抓着的一大把鲜肉，一个个分泌口水。二叔，你烤的是啥肉啊？那肉咋黑了吧唧的？啥味儿啊？能好吃吗？二叔，上个礼拜我还帮你跑腿买烟来着，给我一串尝尝行不？孩子们的祈求，李春一概不理，偷眼一看铁蛋儿，好家伙，哈喇子都要流成瀑布了。金条是软柴，明火很快消散，留下一小堆的炭火。李春把肉串在槽子上码了一排，炙烤下外表的网油开始融化，油脂滴落在炭火上，升起阵阵青烟，焦香四溢。哎妈呀，这味儿太香了！西柚，二叔，给我一串行不？求你。二叔，我拿我爸的烟跟你换一串行吗？二夫，一帮8、9岁的猴崽子们都要馋哭了，铁蛋更没出息，脖子伸得老长，拼命闻味儿。李子慧的口水滴滴答答往下淌，拼命要挣脱小姑的怀抱。松开我，我要吃，慧儿要吃肉肉。等等，还没烤熟呢，少不了你的呀。李春也咽了下口水。炭烤大油煸，这可是我上辈子的最爱，可惜没有孜然，稍微少了点灵魂。看今天抽奖就有香料，估计以后一定能抽到孜然。肉块切得不大，7、8分钟就烤好了。李春先抓一把给了李楠，慢点吃，小妹，小心烫，我来照顾会儿。李楠早就迫不及待了，撸下一块肉，一口咬下去。以前二哥也给我烤过鱼，烤过家巧，当时觉得已经是人间美味了，可跟这大油煸一比，简直天差地别，不太好吃啦。来自李楠的满意值加100。吃了一口，又撸下一块肉塞到李春嘴里。二哥你也吃，还得是我妹妹啊！李子慧原地跺脚拍手，都要急哭了。我要吃，我要吃，二叔你快点啊！就你急嘴子，这哇！肉终于吃到嘴里，李子慧兴奋的又蹦又跳。好吃，还要吃！来自李子慧的满意值加100。这爷仨在那吃的满嘴流油，那帮眼巴巴看着的猴崽子可急死了。二夫，给我们吃一口吧，求求你了，就给我一口，我管你叫爸爸行不？不，美食当前，他们是一点底线都没有啊！又撸了一串，李春点上一支烟道：“你们都听过评书，估计听过一句话叫无功不受禄。你们也没帮我干啥，我凭啥给你们吃肉？”二叔，你看我能帮你干点啥？李春搬了一块砖头往上边一坐，看了一眼还在闻味的铁蛋，一脸坏笑：“眼巴卡，你二叔我就看那小鼻崽子不顺眼。”王树伟瞬间秒懂，随即原地一个大跳：“二叔，烤肉给我留着哦，小侄去就回。呆，铁蛋小贼，拿命来！哇呀呀呀！懂事熬。”3秒钟后，铁蛋坐在了地上嗷哭。听到动静的老韩婆掐着笤帚疙瘩冲了出来：“王树伟，你个猴崽子，快过来道歉！”李春一个箭步挡在老韩婆面前：“老韩婶，你这是干啥？小孩子闹着玩，你这当长辈的可不行插手哈！你什么你？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咋地？拉屎还带往回坐的？你要是敢插手，老子现在就堵你儿子去！”老韩婆子傻眼了，其他猴崽子也凑了过来：“二叔，我这儿还能拿出3串。”哇呀呀呀！铁蛋儿休走，某家与你大战300回合啊！回到家，李楠把烤肉分给家人，又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。王慧兰哈哈大笑：“你们唠着，我回屋睡会儿。”二哥，今天晚上你不是要去踢宾字哥吗？几点去呀？不着急，吃完晚饭再走。那么晚不会耽误小斌的事儿吧？能耽误啥事儿？他妈想儿子了，今晚一准回去住就行了呗。我睡觉去了，困死了都。他边说边往自己屋里走。这孩子跟张斌倒是比亲兄弟还亲。张家是念旧情，那年头都不容易。李春回屋睡觉，却全然不知，此时他的口碑已经开始发酵。盐营子村新娘老叔严永辉家里，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便纷纷踏至，七嘴八舌询问婆家那边情况。
永辉，赵家那边咋样？没挑理吧？新亲过去，他们伺候的周到不？对呀，有没有啥？说道说道。嘿，赵家那席面太棒了，大鱼大肉样样俱全，还有烧鸡呢。人家请的大师傅也厉害，我就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菜。小儿，那道菜叫什么来着？麻仁花生。对，就是这道麻仁花生，酥香甜脆，简直太好吃了。邻居们翻了个白眼。天，不就是花生吗？再好吃它也是花生味儿。嘿，你知道个毛线啊！人家那花生外面裹了一层芝麻，还是甜的，嘎嘣脆，别提多好吃了。我爸都没吃够，舔着大脸又管人家要了一盘呢。真有那么好吃？那你看看，这我还能扒下呀？不只是花生，还有4喜丸子，都是老人们说的那种做法，一盘4个大丸子，那汤汁儿调的别提多好吃了。反正那手艺比咱村国才强了，可不是一点半点呢。下次去那边的时候打听打听那小师傅叫啥，以后咱家办事儿，看看能不能把他请过来，请他坐席，绝对有面子。一家人正围坐桌子吃打包回来的剩菜和棒面粥，此时二队郑启明两口来了。启明来了，快进屋。哎呦，都吃上了。我这刚下班，听说老李哥被砸了，不放心过来看看。李楠起身沏茶倒水，李春端着碗跟郑启明两口子打招呼。叔，婶子，你们唠哈，我先吃了，一会儿要去市里，再晚怕来不及了。郑启明两口子可不一般，在村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郑启明有家传木匠手艺，当年曲轴厂落地大石庙镇，凭着手艺顺利进厂当了工人，人品没问题，就是脾气倔，还有点小骄傲。不过这也情有可原，毕竟人家是本村迄今为止唯一的正式工人，在这个年代的确值得骄傲。他媳妇高月兰热情大方，能说会道，但特别好馅儿，是村里八卦协会重要班子成员，在村里谁家有点风吹草动，都逃不过他的耳目。李春一边吃一边竖起耳朵听，听着听着便吃不下去了。19号他家老二郑福林结婚，今天一是来看望我爸的伤势，确定办事那天我爸是否能按时到位。而且这两口子话里话外不停夸赞我的手艺，言下之意希望我能一起参与坐席。眼看老爸就要点头，李春连忙放下碗筷。等一下！众人齐齐看过来。咋了？那天你也有事儿？目前倒是没啥安排。那就跟我一起去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整天在外面瞎跑算什么事儿？跟着我干2年锻炼锻炼，回头把咱家这一摊交给你，虽然不能发家，但也算是一个吃饭的本事。啊，你给人家做席，一次才收5块钱，咱村230多户，一年到头算在一起，红白喜事儿能有多少？算上家事损耗，一年能净赚200不？你能种地，做席只能算是副业。我要指望这100-200块拖家带口过日子，非得饿死不可。老二这账算得挺精细呀。那闲的时候你也可以种地啊，老子这辈子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？我才不种地，这辈子都不可能种地。咋？你一个农民还嫌弃种地？倒不是嫌弃，而是我根本不会。哦，郑启明两口子没憋住，直接笑了出来。王慧兰气得伸出手指，在他脑壳上狠狠戳了一下。你这个瘪犊子，这话你咋好意思说出来的呢？一提下地干活，你不是浑身疼就是跑没影。你爸的棍子打断了不知多少根，管用吗？到现在你的地都是大嫂在种，你连自己的在哪估计都不清楚。李卫国气得直哆嗦。那你想干啥？就像以前那样出去鬼混就能养家糊口，发家致富了。李楠下地赶紧给老爸点个烟。你看看，好好唠嗑，你咋还生气了呢？我的意思呢，坐席不是不行，今天给赵家坐席下来，我觉得还挺喜欢干这个的，只是我觉得规矩得改改。怎么改？我要涨价。郑家老二办席，自己不去参与可以，但只要去坐席就必须涨价。全村人都看着呢，给郑家按照老规矩办事收5块，再想给别人家涨价，人家能答应才怪。涨价！父母吃惊，郑启明两口子也笑不出来了。赶上自己儿子办事儿就要涨价，这话听着心里咋就这么不得劲呢？二春，那你打算涨多少？李春看向老妈王慧兰，妈，今天赵家给的红包是多少？20。高婶子的能力果然名不虚传。高婶儿，这你都知道了？且赵武他媳妇儿到处说，现在全村儿都知道了，20块钱的大红包，他家可真有钱。给这么多，估计是跟我早上在他家受伤有关系吧？有没有这层关系不知道，但我敢肯定，赵武媳妇儿肯定不会这么说。高月兰重重点头，就是没说，那娘们儿精着呢，只说是给二春的辛苦钱，又好听又有面子。这跟你涨价有啥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有赵家这20在前边2打烊，我干脆涨价到20，往后谁找我坐席，最低就是20块钱。嗨，你说啥？屋里众人眼珠子差点瞪出来。老二，你怕是疯了吧？二春，你知道20块钱能买多少东西不？我家你叔在单位上班，1个月工资才40多块钱，你做一场大戏就要工人半个月工资，过分了吧？高月兰急眼，郑启明面沉似水，起身就要往外走。当我面前研究涨价就算了，还一下涨到20，你这是拿我郑家当冤大头啊！李卫国气的眼睛不停扫视，寻找趁手家伙事儿。
都别吵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只说找我做席要20，谁要是嫌贵可以找我爸呀，他便宜。这话听着咋这么别扭啊？高12，今天你也去赵家吃席了，咱的手艺你也看到了。别的不说，光是麻仁花生和4喜丸子就给赵武赚足了面子，他花20块钱绝对值。另外，类似麻仁花生这样出彩的菜式，我还会很多。找我做席虽然贵了点，但绝对不吃亏，最起码面子这一块绝对到位。郑叔、婶子，你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，都说我以前混蛋，现在我想他下新认认真真干点正事儿。你们是长辈儿，得支持我，但是我也不会强求，觉得我要价过分，可以让我爸去，咱们没必要为了这点事儿伤了和气。犯不上。你们要是觉得我手艺还行，就花这20块钱。作为我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客户，我保证不会让你们吃亏。不光菜式出彩，我还尽可能在食材上帮你们把这个钱节省出来。别以为我吹牛逼，就好比今天的花生，我只加了一点芝麻，起到的效果甚至远超炖肉，我就有这样的能力。李春这一番话下来，屋里一时安静了下来。儿子还是被脏东西上身了。高月兰倒是觉得李春态度诚恳，可郑启明的脸色依然阴沉的吓人。我们今天过来主要是看望李老哥的伤势，现在看来没啥大问题，我们就放心了。那我们就不耽误你们吃饭了。月兰，咱回吧。郑启明说完，转头就走。高月兰笑了笑，也赶忙跟上。李卫国狠狠瞪了李春一眼，王慧兰直接给儿子一巴掌，两口子一同送了出去。我是真想拿下郑家的业务，届时再整出2个出彩的菜品，以后一定会有好面子的跟风。可事与愿违，自己把话都说到这个地步，郑启明不同意，自己也没办法。20块钱确实太贵了，像郑启明这样村里头牌的人家都无法接受，更不要说普通人家了。实在打不开局面，只能试试那些效益好的单位职工群体中是否能另辟蹊径。我家那瘪犊子从小就没吃过苦，眼高手低，总想一口吃个胖子，你犯不上跟他生气。启明你放心，二林办事那天我指定拆线了，就算没好利索，我扣个红帽子去，也不能耽误你家的大事。老哥放心吧，我都多大人了，能跟晚辈儿生气吗？快别送了，回去吃饭吧。那你们慢走哈。说是不生气，可刚走出没多远，郑启明就骂上了。他娘得嘞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，还特么要20，当老子是冤大头啊！你小点声。高月兰冲着大柳树下努了努嘴，那里一帮老娘们的耳朵高高竖起，正抻着脖子往这边看呢。那咋的？不用二春了？用个屁！不就是会做俩菜吗？看把他狂的，整个大石庙镇的厨子哪怕都死光了，就算不办席了，老子都不带用他的。高月兰轻推他一把，净说气话，不用他，到时候咱家席面不如赵武家，那还不得被村里人讲究？不光是村里，还有你们单位的10桌人呢，席面做得漂亮，还不是给你长脸吗？且我还就不信了，他做的再好，还能上天咋地？差别能有那么大？高月兰撇撇嘴，你是没吃二春做的菜，那真是不一样啊。另一边，李春换上一身干净衣服，从柴房里拿出一件趁手的家伙，一根1尺长的6分管，前端接上一根20公分左右的黑色缠线胶皮管子。这件兵器是我自主研发的，有分量，不震手，相当好使。他把这兵器挂在28大杠的横梁上自制的铁丝钩上，车把上还缠着1米多长的铁链子，车把札幌的缝隙中还插着一把20公分的螺丝刀。从家到市里15里地，期间要路过当年鬼子修建、荒废多年的战备机场杨树林，那一片好几里地连人家都没有，是案件高发地段。在那一段，我前后就被劫过4次，不做准备可不行。临走的时候，李楠追了出来。二哥，我也想去。你去干啥？我还不知道你那小心思，晚上旱冰场不开门，去了你也玩不上。李楠跺脚，不情愿地撅起嘴巴。太晚了，今天不能带你去，回来的时候给你买萨琪玛。谢谢二哥，可别忘了哈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李春推车出院，奔后山绕了个圈，顺砖厂拐上公路。李卫国两口子送人回来，正准备找李春算账呢。人呢？又跑哪儿也去了？这小崽子等他回来看我不收拾他。李春骑车路过2家单位，一个是镇兽医站兼屠宰场，另外一个是蔬菜研究所，村民俗称种子站。他路过蔬菜研究所，正好遇到所长戴清源两口子送客人，看到李春，戴清源赶紧招手叫停。二春，你去哪儿？戴清源看上斯斯文文、和蔼可亲，我跟他很熟悉，而且跟他闺女戴英杰还是初中同桌呢。刚认识戴英杰的时候，那妞儿可老漂亮了，我就没见过长得那么带劲的女孩，惹得我心里刺挠的，总想找机会跟她唠嗑。可人家是正经学习的好姑娘，不咋爱搭理我。但我有一股子执着劲头，不光在学校，放了学也总往研究所凑合。结果没能让戴英杰对自己产生好感，倒是跟戴清源混熟了。到了初2后半学期，我就不再骚扰戴英杰了，因为那丫头不知道得了啥病，突然长胡子，比自己的还要长，老吓人了。现在戴英杰好像在北京工作，很少回来。戴叔，我去市里烧啥不？一听说去市里，戴清源笑了，指了指身边推着自行车的中年男人，说道：正好，这是我朋友，你叫蓝叔就行，他也回市里，你俩顺路搭个伴儿。蓝泉眯着眼睛向李春伸出手，
你好，小同志。这人大个子，国字脸，长得不赖，看上去也像是个好人，但这会儿明显喝得有些上头了。自己本来就有些晚了，再带上一个醉鬼，可戴清源都说话了，既然推脱不过，干脆就笑着面对。我叫李春，你叫我二春也可以。行，小伙子痛快，长得也不错。蓝泉正说着，不经意间看到李春挂在大梁上那根兵器，就是一愣。这玩意儿看着咋那么眼熟呢？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尽早赶路吧。说的对。爷们儿，蓝泉没少喝，但有事儿必须回家，路上你多担待点，拜托了哈。戴叔，你放心吧。蓝泉虽然没少喝，但自行车还能骑，就是有些摇晃慢了一些。爷们儿，你就是附近的？那就是旁边庄头营村的。现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了，种地也不错。老子种个鬼哦！我连自己地在哪儿都不清楚，种个锤子！我这老战友在你们这儿没人欺负他吧？你说啥？戴叔是你战友，他当过兵。那感情，他可是我们的指导员，眼睛受伤了才转业回来的。怪不得戴茶色眼镜呢，原来眼睛受过伤啊。蓝叔，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这不能说。行，不能说咱就不问。1分钟后，小伙子，你就是附近的。李春在看蓝泉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这尼玛是见风死啊！这不要了亲命了吗？蓝叔，你还能行不？咱刚走出不远，干脆我送你回研究所，今晚你就住我戴叔那算了。蓝泉挣扎着睁大眼睛，摇摇头。不行，我的情况特殊，不管发生啥事儿，晚上我必须回家。知道情况特殊还喝这么多？我跟指导员好多年没见，没搂住，多喝了2杯。不过你放心，问题不大。都这样了，还问题不大？男人啊，到了这时候就剩下嘴硬了。李春陪着他一路摇摇晃晃，平时到镇上也就2-3分钟的车程，今天足足走了10多分钟。算了，我忍。穿镇而过之后，蓝泉跌跌撞撞从自行车上下来，晃晃悠悠冲到路边就是一通发泄。隔着6-7米，李春都差点被熏吐。他捏着鼻子凑上去，拍了拍蓝泉后背。爷们儿，咱们推车子溜达溜达吧。蓝叔，要不我还是送你回镇上吧，粮站招待所，我花钱给你开间房，明天醒酒了再回去行不？不行，天塌下来，老子也得回去。战士就要坚定信念，勇往直前。我的天，这是要愁死个人啊！李春只能陪他溜达，眼看都要天黑了，俩人走了都没5里地。斌子，二哥对不住你，一时半会儿怕是到不了啊。与此同时，火车站2楼大厅，张斌把积攒的脏衣服还有给老妈准备的礼物全部装好，靠在柜台躺椅上，喝着健力宝，听着。大约在冬季，二哥既然答应，就一定会来，早点晚点没关系。此时，2位身穿绿色制服的民警走过来，敲了敲柜台玻璃。小张，又见面了哈。李哥、郑哥，咋了？又出事了？2位民警是李向峰和郑岩，分局的。只要一出现逃犯或是流窜犯，民警必来车站点卯。没办法，昨天内蒙监狱跑了几个犯人，据调查，有2人可能跑咱们这边，这是给咱们发的协查通知。今天你又得休息了，先关门歇业。啧，你说你们赶得真寸，要是早点过来，也不用。我操！张斌猛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一把抓起协查通知看了一遍。李哥，确定这俩傻逼流窜到咱们这边了吗？这个我们不清楚，内蒙那边是这样说的，咱们也是按章程办事儿。收摊，把货都收起来锁好，都下班了。他二姐张云霞84年把整个车站2楼大厅承包下来，张斌在这摆了4张台球桌，连带着卖烟酒饮料，也算半个看店的。二姐不在，张斌说了算，员工巴不得早点下班，收摊动作相当麻利。张斌跑出去往村里打了个电话，得知李春早已经离家出来，却还没到车站，他就更不放心了。张斌回来冲还在打球的几个年轻人大喊一声：“大林，去饭店找孟宪伟要几辆自行车，刀子找几个人，抄家伙跟我走一趟。”咋了，兵子？原本今天二哥要过来帮我看摊的，可这时候还没到。刚才说有流窜犯跑咱们这边，我特么实在不放心，带人跟我去引一下二哥。至于吗？二哥车上常背着家伙，谁不开眼找他麻烦？你知道个屁！飞机场小树林那边经常出事儿，二哥跟那地方犯客，在那被劫4次了都。真的假的？别他妈磨叽了，真要出事就麻烦了，赶紧去找人。行，我马上安排。另外一边，李春带着醉鬼蓝泉，终于快磨蹭到机场小树林。此刻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2人都没带手电筒。蓝叔，前边小树林经常出事儿，你精神着点儿，有个3长2短，我没法跟我戴叔交代啊。怕啥？有爷们儿在呢，你怕啥？谁敢找事儿，干他！向前进，向前进！战士的责任重，妇女。我滴个娘亲哎！行，你牛逼，你是大爷。本来就是干就完了。没有路灯，周围漆黑一片，只能听见河水声和树叶响。李春故意提高嗓门：“蓝叔，您刚才说你是部队的，真的假的？”蓝泉的话匣子彻底打开，正听蓝泉讲到部队趣事儿，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。李春反应极快，右手抓住铁棍，左手用全力将蓝泉推倒，同时自己也低下头往前俯冲，但肩膀头也被死了一下，但伤得不重。尼玛，遇到狠人了！李春爬起来，回头一看，2个黑影呆愣地站在原地，二话不说，冲过去抡起棍子劈头盖脸就是一下子，一人当场栽倒，另外一人见势不妙，撒腿就跑，但脚下正好踢在蓝泉倒在地上的自行车，绊了个跟头，摔倒在蓝泉身前。蓝泉酒醒了大半，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爬起来一个大跳向对方扑去。
杂草的，往哪儿跑？兰叔，小心他身上有家伙！随着李春抡起腿狠狠踢在那人脑袋上，一下就不再挣扎了。5分钟后，2名劫匪被他们裤子上的麻绳捆住，躺在地上。2人坐在一旁抽着烟，呼呼喘粗气。爷们儿，下手挺黑呀！不撂倒他们，咱俩就得躺下。面对敌人，我们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，无情的打击他们，不要怜悯。停！别扯这些，现在的问题是这俩人咋办？这是哪儿？你说这是哪儿？机场小树林呗，这地方经常出事儿。我还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从围场那边调过来的。这样吧，你一个人在这看着他们，我去派出所找人行不？成。李春把铁链子和螺丝刀都交给他，骑着自行车往回猛蹬。刚骑了2里多地，迎面一束大灯伴随着突突突的声音驶了过来，很快在他身旁停下。二纯，你咋在这？刘庆福是庄头营的姑爷，他媳妇儿叫杨秋红，是秋燕姐的亲二姐，跟我家是老街坊了。秋红姐没出嫁前，经常带着我玩，就跟亲姐姐一样。上辈子自己犯事被抓，家里找到秋红姐，刘庆福从中斡旋，才让我少判了2年。这2口子都是我的恩人。刘所正找您呢，小树林碰上劫道的，我撂倒了他们。你又被劫了，你没受伤吧？你能不能不要提那个“又”字，很没面子的。那俩人用的是树枝子，我肩膀头被扫了一下，没啥大事儿。二姐刘所，你们这是？挎斗子摩托车上还有一位年轻的民警，李春也认识，此人叫田立明，是刘庆福的徒弟。今晚我跟小田值班，内蒙那边发来协查通知，有流窜犯跑到咱们这边，不会就是你遇到那2个人吧？还真没准儿，那2人都是光头，衣服也不合身，其中1人的裤子竟然还是偏开口，指定是偷来的。那快带我们过去。重新回到现场，其中一个劫匪已经醒来，蓝拳正骑在他的身上左右开弓，打的那叫一个来劲。妈的，敢劫老子，给你脸了！李春赶紧把他拉开。兄弟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兄弟，蓝叔，你还没醒酒呢？早就醒了，好长时间没打架了。你还别说，活动筋骨还真得劲儿。二春啊，咱俩也算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了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蓝拳的兄弟，以后叫大哥哦。得，大哥就大哥，只要你不闹腾，管我叫叔都成啊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镇派出的刘所，那位是田立民同志，我在半路遇上的，这2人就交给他们吧。刘庆福跟蓝拳打过招呼，打着手电筒一看地上2人，张四虎、徐亮。清醒的那人猛然打了个激灵，没跑了，就是协查通知上的那2个越狱流窜犯。小田靠上。田立明过去给2人戴上金手镯，看了一眼2人的伤势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师傅，2成下手可够黑的呀！左边太阳穴是着力点，右边耳朵出血，脑震荡跑不了了，8、9成还得耳穿孔，一时半会儿估计醒不过来。越狱、流窜、劫道，打死都不冤。这还真是偏开口老娘们儿的裤子偷来的吧？这又多了一条偷盗罪。嗨，同志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田立明一愣，啥记错了？什么叫我下手狠？我们赶夜路遇到劫匪，歹徒穷凶极恶，我们遇到了刘所他们，才被巡逻你俩成功营救。还真得感谢刘庆福了，上辈子就帮了我，这次要不是他俩，我们就危险了。此言一出，在场所有人，包括清醒的劫匪徐亮都懵逼了。二纯，你这咋了？蓝大哥，你说没有他们帮助，咱俩就危险了是不是？没错，我兄弟说的有道理。李春满含感激地看了眼田立明，人民的平安还得靠我们协力创造，这次谢谢你们了。田立明态度马上转变过来，握住李春的手，感谢李春同志配合我们的行动。没说的，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刘庆福刚想说话，突然一阵自行车铃响，张斌带着10几个人赶了过来，10几个小青年多数都光着膀子，手中拎着菜刀、铁管等武器，呼呼啦啦冲了过来，把田立明都吓了一跳，赶紧把警棍拽了出来。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别，都是自己人来找我的。张斌径直冲到李春身边，二哥，你没事吧？可吓死我了。李春举头望天，心里那叫不是个滋味。没事儿，多亏刘所他们来得及时，3下5除2就把歹徒拿下了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张斌把协查通知的事情讲一遍，李春恍然大悟，他给大林、刀子他们发烟，挨个感谢。哥几个辛苦了，回头有时间我安排一桌。二哥说啥呢？都是自己人，这点屁事儿还值得你破费？都是哥们儿，二哥你别跟我们客气，不然就是瞧不起我们。就是，二哥遇到这事儿，应该是我们给二哥压惊才对。嗨呀，想喝酒啥时候都能喝，没必要找理由，还压惊呢。二哥这都是第5次被打劫了，估计早就习惯了。卧槽，别他妈瞎说哦，老子啥时候被打劫5次？哈哈哈。2名流窜犯的马上送分局，李春和蓝泉2位当事人也要一同前往，张斌顺路也跟着。周大林他们一到分局门口就腿肚子都抽筋，先一步告辞离去。刘庆福和田立明合力把张四虎2人拎上挎斗子，放慢速度与李春3人同步。几人停好车，一转身发现车棚的栏杆上还烤着一个半边脸肿起的倒霉蛋儿。刘庆福下车，顺手就给这倒霉蛋儿一个大嘴巴。站好喽！刘庆福过去，张斌也过了下手瘾。不学好！你没穿制服，凭啥也要打我？又有一个黑不溜秋的年轻人，一脸坏笑的来到自己面前，吓得一缩脖。大哥，你为啥打我？你咋不戴帽子呢？我操！
这也行，你直接说就想打我，也比这个理由好啊，太牵强了吧？做完笔录，民警合上本子，冲李春和蓝泉点点头。情况我们都了解了，两位同志见义勇为，值得表扬。李春摆摆手，没多说什么。做笔录的民警多看了蓝泉几眼。这位同志，看您有点面生，是在哪儿工作？我刚调到任热河酒厂。您就是新来的蓝书记兼厂长，失敬失敬。好家伙，热河酒厂虽然效益不咋样，却是实打实的是直属企业，那里的厂长可是正八经的处级干部。原来这酒蒙子还是大佬来着，真没看出来啊。刘庆福把李春拉到一边，我这还要耽搁一会儿，你先回去，过几天去家里让你二姐炒俩菜，咱哥俩好好喝点儿。李春点点头，与刘庆福告别。流窜犯落网，张斌那里也能恢复营业。反正都关门了，二哥你干脆跟我回家住吧。不去，我与张斌三姐张云飞八字不合，见面准掐架，惹不起咱躲得起。把钥匙给我，我去车站。张斌嘿嘿一笑，把钥匙递给李春。我明天吃完午饭过去，顺便给你整点好东西。行，你先回吧，我先把蓝哥送回去。不用麻烦，我醒酒了，自己能回去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兄弟，今天谢谢你了。别，我答应戴叔了，一定把你安全送到家。走吧，也不差这一会儿了。他们在桃李街一中家属院旁租的2间平房停下来。他这个级别的领导，就算不想住酒厂家属院，市里也得给他安排住处吧？何至于自己在外面租房住？到了门口，蓝泉刚准备掏钥匙，一位中年妇女开门出来，刚要开口，突然看到李春，一脸戒备的躲到一边。好奇怪的女人，女人很漂亮，不是风韵犹存那种，而是有一种书香气，特别的干净，不知道是不是有病，面色相当苍白。按理说，跟你男人一起的，不管认不认识，最起码的礼貌也要打个招呼吧。可现在是几个意思？防贼呢，还是嫌弃老子？我又没求你男人办事儿，甩脸色给谁看呢？蓝哥，你安全到家，我也算功德圆满，走了哈。都到家了，咋地也得进去喝杯茶。哎，二春，别走啊！李春冲身后挥了挥手，头也不回的离开。望着李春的背影，蓝泉呆愣愣出神。那个年轻人是谁呀？李春，老戴他们那边的，跟我顺路一起回来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。路上我们遇到劫道的了，要是没有他，我怕是要吃大亏了。孙淑婷紧张的上下打量蓝泉，有没有伤到？不是说好了黑天之前回来吗？都把我急死了。现在治安不好，以后晚上还是少出门为好。放心，只是摔了一跤，没受伤，多亏了李春了。人家帮了你，我刚才的态度他是不是生气了？对不起，我跟他不熟，也没想到这么晚了还会有外人来。老蓝，要不明天你把他请到家里来，我当面跟他道歉行吗？蓝泉搂着媳妇肩膀，会心一笑。媳妇儿心里有毛病，所以不管多晚都必须回家。现在媳妇儿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我很欣慰了。放心吧，李春不像是小气人，不会介意的。不过人家毕竟救了我，什么表示都没有也说不过去。后天是周日，我准备找老戴带路登门感谢一下，你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？好啊。此时李春已经回到车站，又遇到大林等人。二哥回来了，那边的事儿都办完了。办完了？你们这是准备去哪儿？正商量呢，在斌子那打球都习惯了都。要不你们也跟我上去吧，今晚打球免费，但买东西得给钱。几人眼睛一亮，合适吗？走吧，反正我一个人也无聊。大林几人跟着来到2楼，进去之后，李春随手把门别上。二哥，最近忙啥呢？都好一阵子没见你过来了。一说这个，李春可就不困了。现在是事业起步阶段，多撒网，广积粮，越多人了解自己的业务越好。万一这些人家主遇到红白喜事儿做大席，没准就能成为自己的业务对象呢。李春递给周大林一支烟，把自己做席的事情以及定价讲了一遍。听完之后，周大林被自己的一口烟给呛死。坐席，嗨，二哥，咱别扯淡了行不？求你了。谁他妈跟你扯淡呢？我说的都是真事儿。不哈哈哈，都听听。二哥说他在村里做大戏，你们信吗？刀子几人也笑得不行。二哥别闹，是不是最近在你家那边惹事儿了？都是哥们儿，说出来也没人笑话你啊。操，这帮王八犊子，自己混蛋还不行，别人学好了。我家从我爷爷那开始就是做大席的，不信明天斌子回来你们问他。老子这是不想混了，想干点正事儿。往后你们谁家有红白喜事儿做席可以找我，你二哥这手艺保证你们有面子。这2天我有点事儿要办，过几天我在老孟那做几个菜，咱们喝点儿，让你们也开开眼界。行，让兄弟们也见识见识。如果二哥真有手艺，往后谁家办事儿一准请你去，就当给二哥捧场了。我提前通知你们，一个都别落下哈。好了。说完，大林准备去打球，又被李春叫住。对了，你们亲戚朋友中有没有干瓦工会做预算的？二哥，我老叔就会。我们昨儿组建了工程队，预算都是我老叔做的。你老叔有时间吗？能不能请他帮我算点东西？他们工程队活不多，正在加贤镇呢。二哥，你哪天需要，提前跟我说一声就行，剩下我安排。这年头哪个村都有一波瓦匠，但懂预算的就太少了。正发愁呢，没想到随便问一嘴还就问对人了。那太好了，后天礼拜天吧，早上凉快，就一会儿的事儿。中午我请你老叔吃饭。没问题，明晚我回去，后天早上我俩一起过来。
第二天一早，6名员工正点上班。张姐，你帮我照料一下，我出去吃包子去。回到2楼，他泡上龙井茶，打开录音机，往椅子上那么一靠，舒坦。人这一辈子，投胎真的很重要。大哥李海在砖厂推砖坯，一推车是1斤砖，200块，重1000斤。一个班不知道要推多少趟，还要3班倒，感冒发烧都舍不得请假，1个月就挣28块钱。再看人家张斌，生在干部家庭，姐夫牛逼，3个姐姐都是伏地魔，一辈子都没为钱发愁过，这就是命。老单那句话说的在理，人比人的死，货比货得扔啊。想到这些，李春缓缓起身，默默地关掉录音机。自己不是张斌，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靠，所以现在的我还没有资格享受。他去张姐那边买了个笔记本，李春把最近要做的事情详细规划一遍。还得在市里多待几天，得详细考察市场、食品物资、物价、渠道、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以及消费欲望等等，都要了解清楚。其次是启动资金，光靠自己手里这几十块钱，啥也干不了。尽快在镇上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搬出来，彻底稳定下来，才能心无旁骛的赚钱。李春把每个细节都捋清楚，然后记在本子上。吃过午饭，他去车站浴池泡了个热水澡，出来时找了个没人的胡同，把系统派发的2手3轮车取了出来。咣当一声，3轮车落地。好家伙，还真够破的，蓝色漆皮儿都掉的差不多了，整个车身锈迹斑斑，原车主也够能造的。不过也有好的地方，3个车轮的轮胎都有8成新，车厢还用角铁和铁板加固过。李春兴冲上去试驾，卧槽！李春脚下刚一用力，车把突然跑偏，硬生生对在左边人家后墙跟上。外面顶顶广广干3年，还让不让人家水务交咧？这娘们儿准是个寡妇，脾气太暴躁了，惹不起。李春赶紧推着3轮车逃离。还别说，这辆2手3轮车虽然颜值拉胯，但蹬起来却极为轻快，感觉跟自行车都差不多，刹车也很灵，不错，真心不错。公路上兜了一圈，李春把3轮车停到铁路招待所后院。铁路饭店经理孟宪伟就在旁边擦拭崭新的东风3马子，看得李春好一阵眼热。这个年代，东风3马子堪比后世的猛禽，拉1000多斤跟玩似的，骑着这玩意儿拉货，简直不要太爽。不过价格也属实吓人，将近7000块，差不多能买2辆幸福250了。可人家铁路饭店是车站3产单位，从来不缺资金。老孟一抬头，看到李春以及那辆破3轮，扯着嘴角笑了起来。哎呦喂，你这是从哪儿骑出来的破玩意儿？这老掉渣了都！孟宪伟今年40出头，是张斌姐夫的自己人。李春围着3马子转了一圈。你这鸟枪换炮才几天，看把你嘚瑟的！哈哈哈！老孟停下来递给李春一支烟。话说这是谁的3轮车？老居宅那边修车铺自己传的，正好路过看着还不错，就给买了下来。你别看这车破，车厢加固过，骑着也轻快，比你们原来那辆强多了。你买的？不是，你买这玩意儿有啥用？你不是有自行车吗？买来拉东西呗，我在村里做席，锅碗瓢盆。算，你做席，别扯淡了。操，你们咋都是这反应？老子就不能干点正事吗？李春把自己的打算大概说了一遍，老孟频频点头，看李春的眼神越来越严肃。这就学好了。我还跟大脑袋打赌，你要是继续混下去，站前广场开公判大会的时候，早晚能见到你，这不是要输吗？我靠，老孟你特么就不能盼我好事吧？哈哈哈！我进屋给你找几张砂纸，你把车厢上面的铁锈打磨干净，我让人骑着去车务段给喷上燃油漆，明天就能干透，跟新的一样。够意思，还得是我孟哥啊！扯犊子，刚才还跟我瞪眼睛呢，别跟我整这一套。张斌那边找自己来，说白了就是看场子，防备有人闹事儿，那种情况白天基本不会发生。至于卖货收钱，有张姐他们在，完全没问题。难得老孟主动提出帮忙，机会可不能错过。老孟找来砂纸，还给李春找了个围裙，俩人各干各的，不耽误唠嗑。老妈，你们饭店从哪进货？青菜有人送，鲜肉就从附近肉铺买，熟食啥的得去裕华路大市场进货。你自己去大市场进货？废话，别人咱也不放心啊。且我看你就是不想别人动你的3马子，主要还是不放心。老妈，过2天我要请斌子他们吃饭，用一下你们厨房行不？你自己做。呐，小事儿，不过得避开饭口，正好我也尝尝你的手艺，看看你小子是不是吹牛逼。3轮车全身都是锈斑，李春足足忙活2个多小时，才把铁锈打磨干净。老孟开了个条子，叫来了饭店学徒工，骑去车务段喷漆。二春，你明天早上看，保准像样。谢了孟哥。李春道了谢，转身上了车站2楼。张斌下午3点多才回来，还扛着一只大竹筐。二哥，昨晚睡得咋样？挺好的，又不是头一次了。你这竹筐里装的什么玩意儿？张斌嘿嘿一笑，掀开盖着的报纸。食品厂新上线的离宫素面，我给你整了5包，拿回去给楠楠他们吃。是散装的方便面。这年头就没有孩子不喜欢吃方便面的。小卖部3毛5一袋，王慧兰可舍不得买。这么多面饼，足够李楠和慧儿吃一阵子了。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，正经的好东西，也就张斌有这便利条件，一般人真就买不到呢。
谢了，先放你这，我还要在市里待2天办点事儿，一会儿你去招待所给我开间房。张斌递给李春一支烟，那行啊，晚上咱俩喝点。对了，李楠他们放暑假了吧？咋没跟你过来玩？是想跟着来着，还惦记滑旱冰呢。这次过来太晚了，就没带他，多亏没来，要不昨晚就悬了。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总出事儿。白天也不能让楠楠自己来，不就是想滑旱冰吗？等着。旱冰场就在铁路俱乐部小广场，张斌他二姐夫在这儿绝对好使。张斌出去没一会儿，夹着一个报纸包回来，里面包着的正是一双8成新的旱冰鞋，4个轮子，尺码还能调。多谢了，就不跟你客气了。李春接过来，顺手塞到竹筐里。晚饭前，李春往村里打个电话，你帮我转告家里，我要晚2天回去。二春，我听说往后找你做席还要20块钱，真的假的？高婶子宣传的挺到位啊，这才半天功夫，连整天扎在队部听广播的陈玉成都知道了。没错，就是真的，咱哥们儿这手艺绝对值这个价格啊！对了，村里还有不知道的吗？要不你用大喇叭帮我广播一下？还要广播？现在村里都不是我说你做顿饭要20块钱，你也太狠了吧！狠不狠跟你有啥关系？你儿子都5岁了，咋地还想当陈世美啊？别墨迹，赶紧去我家送馅儿。挂了。挂掉电话，李春嘿嘿直乐。我都能想到村里人都在说我什么，说2句也不会少块肉，还省得自己说了。我更希望有人议论。不管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，有话题才有关注度，关注的人多了，人们才会深入研究。到时候2相比对，5块的和20的，哪个性价比更高，大家自会看得明白。第2天是周日，李春起床先来到后院。哇哦，这3轮车看上去跟新的一样，逼格瞬间拉高，不错不错。刚吃过早饭，马三带着他老叔马发来了。老叔，吃饭了没？这里包子不错，要不咱吃口饭再过去？马发烟都没接。不用，赶紧办正事儿。行，既然老叔不饿，咱就上车吧，我带你们过去。马发二话没说，爬上3轮车，马三也跟了上去，只是他老叔尽可能跟他拉开距离，目光中满是嫌弃。李春蹬着3轮车来到牛卷子沟小学外，指着几排崭新的教室：“老叔，我家要盖这样的房子，你受累帮我算一下，这一排教室得用多少块砖？”咋的？你们这行就是来钱快哈！这么大的房子，一般人家可盖不起。李春皱起了眉头，这破嘴，逼逼赖赖，连老娘们儿都不如。马三再不对，在外人面前，你多少也得给他留几分面子吧。特娘得嘞，不是看在你是马三的老叔，老子非削你不可。老叔，你扯那些没用的干啥？就说能不能算出来吧。你闭嘴！马发狠狠瞪了马三一眼。要不是你婶儿劝我，老子说啥都不带搭理你的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一次，往后别特么来我家，老子贤乎可碜。等着。说完，马发跳下车，大步向学校走去。马三掏出烟给李春点上。二哥，你别介意哈，我老叔就是这么个玩意儿，他以为你跟我一样呢。早知道就不答应二哥这差事了。昨天去老叔家，他不让我进门，站在院里跳脚嘛，骂的那叫一个难听。最后还是老婶儿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好一番劝说，老叔才答应走这一趟。但条件是以后不许再登他家门。没事儿，你老叔也是个直性子，人不坏。话说，你就没想过干点别的？我也是去年秋天才干这个的，没办法，家里突然急用钱。马三把头扭到一边，深吸一口气，等家里事情过去了，我指定改行。李春能看得出来，马三心里有事儿，但不会问。一支烟抽完，马发还没回来。二哥，你前天晚上说那话，到底真的假的？什么话？就是你说你能做席。别的不敢吹牛，但要说坐席，咱绝对有把握。你家啥时候办事找我，保证给你办得立立正正的，绝对有面子。但是20块钱1分不能少，这是规矩。即便斌子办事儿，我也这么说。亲，有事儿一定找你。与此同时，蓝泉夫妻一大早出门置办的礼物，骑着自行车已经到了蔬菜研究所。蓝泉把前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，戴清源2口子也后怕不已。还好你人没事儿，要不然我都没法跟弟妹交代。往后你这酒啊，还是少喝点吧。孙淑婷连连点头。那还是多亏了李春了。不过那小子下手是真黑呀，撂倒那2名劫匪就用了2下，后面那个就在我眼皮底下，一脚就把那小子干翻白眼子了。他要是当兵，绝对是个好苗子。老戴，我们2口子今天打算登门感谢一下，我想先跟你了解一下李春家的情况。李春以前总往我这跑，我对那小子还比较了解，至于他家的情况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李春这孩子吧，人品还行，也挺仗义的，唯独就是太贪玩了。身为农民，那小子一天地都没种过，打鱼摸虾，打鸟套兔子，挖獾子抓蝎子，多少有些不务正业。另外，那孩子从小就牲口霸道的，吃不得亏，3天2头打架，在镇上名声不咋好。哎，你们这是正常来说，就李春过往这些，好人听到多少也会有些厌烦。可现在蓝泉2口子的眼睛却越来越亮，表情也越来越兴奋，是什么鬼？蓝泉夫妻对视一眼。老戴，李春结婚了没有？结婚？就李春这名声，换作是你，舍得把闺女嫁给他吗？可不管咋说，这孩子人品没问题。要我说，你要是真心感谢他，还不如等你去酒厂上任，给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那比啥都强。蓝泉摇了摇头，这个以后再说吧。根据我了解，酒厂那边问题很大，我这一时半会儿怕是也难打开局面。
那啥，反正你这会儿也没啥事儿，给我们带个路，先去李家拜访一下。我只知道大概位置，具体哪一家还真不清楚，咱到那儿再打听吧。也行，走着。一行三人来到东沟，在大柳树下遇到看孩子的老韩婆子，蓝泉面带微笑的迎上去。大嫂，给您打听一下，李春家怎么走？老韩婆子在三人身上打量一番，找李春，是不是李春儿在外面又惹祸了？嘿，我就说嘛，狗还能改得了吃屎？我跟你们说，李春现在不在家，你们现在去了也找不到人，被他家人知道了，还得给他通风报信，再要抓人。王慧兰正好牵着李子慧出来，听到这些顿时急眼了。老韩婆子，闭上你那张臭嘴！我儿子在市里办事儿，啥时候惹祸了？你再敢胡说八道，老娘把你那张臭嘴撕烂喽！老韩婆掐着腰撇着嘴，嘴硬，人家都找上门了，还嘴硬呢？那这就是李春他妈，你们要抓人，最好先把这娘们儿控制住了，不然他非得通风报信不可。蓝泉三人绕开老韩婆，来到王慧兰面前。大嫂你好，我是李春的朋友，来登门拜访您的。那啥，这女人怕不是有啥大病吧？噗！昨晚东墙跟黄土坎子塌了一片，李卫国有伤在身，把李海两口子叫过来帮忙清土，正忙得热火朝天。王慧兰跑了回来，先停下，别干了，家来客了。楠楠，赶紧泡茶，把家里好烟拿出来。王慧兰认识戴清源，在外面双方介绍，她都惊呆了。酒厂厂长那可是好大的瓜啊，人家提着礼物上门，哪能怠慢呢？把三人请进屋，蓝泉双手将礼物送上：2盒巨人里糕点，2罐麦乳精，2瓶汾酒以及1条郁金香。这些东西少说也得20多块钱。王慧兰脸上都乐开了花。这么多年，光因为老二打架给别人送礼说好话了，没想到有生之年，老娘也能看到回头钱啊！这比过年都高兴啊！坐了好一会儿，感谢的话说了一大堆。临走时，蓝泉握住李卫国的手。李老哥，我刚调过来，在这边熟人不多，往后咱两家就当朋友处，有什么困难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你尽管提。那个蓝厂长，您要是方便的话，能给我家春儿安排个工作不？你看春儿也老大不小了，有个稳定的工作，搞对象也方便一些。李卫国和王慧兰闻听，眼睛闪烁道金芒。要是能端铁饭碗，那还做什么大戏？别说20块钱一场，30都不干啊！那种伺候人的活计，没出息的人才干呢。前天傍晚的事儿，的确是老二的不对，可被郑启明甩脸子，我还是很不爽。要是儿子有个正经工作，哪还有那些破事儿啊？下一刻，全家人看向蓝泉。没问题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呢。不过我还没有上任，过一阵子稳定稳定，我一定办。王慧兰大喜过望，拉着蓝泉的大手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哎呦我的天，那我可太谢谢蓝厂长了。那你们可不能走了，中午就在这吃，咱们包饺子。大嫂，你也别叫我蓝厂长了，叫老蓝就行。我刚调过来，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办，咱们改天再聚，好不好？蓝泉三人还是没有留下，李家人一直把他们送到东沟外，这才往回走。左邻右舍见他那副表情，都想打听打听。二春他妈遇到啥高兴事儿了？瞧你脸上的褶子都乐开花了。嘿嘿，是好事儿，大好事儿来着。现在不能说，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。回到家，王慧兰坐在炕沿上，拍着大腿嘎嘎乐。哈哈，老大媳妇儿今天这话说的太感烫了。你二婶一来信就跟我嘚瑟，现在咱家也要出工人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别看老二以前不着调，但老娘打小就知道那小子将来有出息。我生他的时候正好打春，前2天北风嗷嗷的，还下了场大雪。可老娘生他那会儿，风突然停了。你爷爷说那会儿东边一片通红，那叫啥来着？蓝泉夫妻回城的路上也心情大好。老蓝这家人都不错，挺热情的。李春那个嫂子有点小心机，但她能替小叔子说话，这也很难得。李春的事情你认真办，放在身边也能多多观察也好。俗话说日久见人心，人的品性究竟如何，时间自会检验。知道。哎，舒婷，你猜我前天晚上从李春自行车上看见啥了？另一边，李春正拿着马发算出的数字出神。老叔，这个数字准成不？那是标准的3七墙，每平米用多少砖都是固定的。你要是信不过，再找别人算去。我操，老叔你还能好好说话不？操！马发一脚将侄子踹倒。兔崽子，你跟谁俩呢？李春赶紧把叔侄俩拉开。哎，你俩这是干啥？老叔，这次你可帮我大忙了。走，我请你下馆子去。不去，你们的钱老子用不起。哼！马发拽拽的走了。浩哥，今天实在对不住了，我没想到。什么话？没有你，事情哪能办得这么顺利？现在就剩咱俩了，喝酒没意思，吃锅贴去吧。此后2天，李春依然留在市里考察市场。头天凌晨2点多去市肉联厂兼屠宰场转了一圈。目前屠宰场主要屠宰对象只有猪牛羊，跟镇屠宰场业务相同，差别就在于量大，价格都一样。热河最大的菜市场裕华路大市场有3家专卖熟食的摊位，以猪下货为主，价格比外面稍微便宜一些，但质量很一般。那3家熟食摊位的走货量都不小，国营和个体饭店、单位食堂很多都在这边拿货，老孟进货也是在这里。
周一我就见过2个赶着马车来的，照着单子一通买满，消费170多块。周二我在市场整整蹲了1天，非节假日那3家熟食摊位最少一家都卖了200多块钱，给他们算3成利润的话半年就是一个万元户，这一行大有可为啊。周三一大早，李春又来到屠宰场购买几样食材。这几天市场了解的差不多，回家之前还要摆一桌宴请大林他们。从屠宰场出来，他又去大市场买了条5斤多的大鲤鱼，以及一些青菜。大市场南口有一拉溜8家露天小吃摊，其中一家牛肉水饺，李春以前来市里的时候吃过几次。老板，半斤水饺。好嘞，坐着稍等。李春刚剥了2瓣蒜，一抬头发现相隔2个摊位之外的抻面摊上，竟然坐着4个熟人，竟然是赵鹏岳、杨世满、大满、胡庄。这几个16、17岁的半大小子，全是我们村的，初中毕业赋闲在家，整天到处乱晃。其中个子最矮却长着一张大嘴的叫赵鹏岳，是村长赵维民的儿子。这小子整天想着跟我去镇上混，只要见面就赖着不走，都把我愁死了。大清早天刚亮，他们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还是离他们远点吧。要不是饺子已经开始包了，我指定起身就走。现在端着瓷碟坐到最里边，尽量别被他们发现。李春继续剥蒜，一边注意着那边。这一看，李春愣住了。此刻，他们每人面前都摆着一大碗抻面，却没开吃，而是抱着装辣椒的罐头瓶子互相龇牙。看把你嘚瑟的，吃辣这方面，老子就没处过谁，不服比量比量。来呀，谁怂谁特么是孙子。来，赵鹏岳给每人碗里蒯了满满一大勺辣椒面，然后又给自己蒯了1勺。还敢加吗？继续。4人你来我往，不一会儿就把整罐辣椒面均匀瓜分了，碗里一片通红。4人开始搅拌，开吃。4人吃了一口，被辣得龇牙咧嘴。可只要有人看过来，立马强装镇定。赵鹏岳放下筷子。咋了？不行了？我觉得还吞么不够劲。赵鹏岳又把后面桌上的辣椒罐拿了过来，往自己碗里咔咔连蒯了3勺。服不？靠，谁怕谁呀？继续整。随后，在赵鹏岳的带动下，4人又把另外一罐辣椒面分到碗里。此时碗里辣椒比面都多，李春下意识又往边上挪了挪。这时李春的饺子也端了上来，摊主见李春始终看向那边，那几个小子你认识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摊主回手给李春盛了碗饺子汤放下。这4个小兔崽子咋咋扑呼好一阵嘛，蒯那么多辣椒，那不是糟蹋人吗？你看抻面摊老王那脸色，估计都要气死了。赵鹏岳盯着眼前的面碗，试着吃了一口，瞬间满脸通红，一仰脖开始不停打嗝。另外3人也好不到哪去，尝了一口谁都咽不下去。你们牛逼，我服了。我也服了，太辣了，根本没法吃啊。你咋走？找个地方吃点包子垫吧，垫吧得了。这时一把菜刀砍入他们眼前的桌面，刀把颤抖，震得面碗红油四溅。摊主老王拧眉瞪眼出现在他们面前。马勒戈壁的祸害人是吧？坐下给老子吃干净，要是敢剩下一点汤，今天老子活劈了你们。赵鹏岳4人看着菜刀，不禁吞咽口水。我立志要出来混的，绝不能就这样认怂。我们吃面给钱了，你要干啥？麻巴子的，嘴还挺硬。老王伸出大手，一把掐住赵鹏岳的脖子，按在凳子上。跟老子耍横！老子耍横的时候，你们过门槛还卡卵子呢。老王拔出菜刀，在4人面前晃了晃。娘的嘞，祸害人祸害到老子头上了，关你们的臭毛病！给老子坐下吃，吃不完谁他妈也别想走。大哥，我给辣椒钱行吗？少废话，老子不缺你那仨瓜俩枣的，今儿就是要搬搬你们的臭毛病。老子就问你一句，吃不吃？大蛮用胳膊肘对了赵鹏岳一下。要不咱吃吧？行，我吃。你们吃不吃？3人坐下来，拿起筷子哆哆嗦嗦小口吃起来。吃着吃着，杨世满的眼泪就流出来了。远处偷看的李春眼见他们遭罪，可乐坏了。哎妈呀，今天这饺子刚刚好吃啊！吃完结账，那边4个鼻涕眼泪哗哗流。李春点上一支烟站了起来。赵鹏岳恰好抬头，一眼认出李春，一边招手一边喊叫：“二哥，我在这呢，我鹏岳啊！二哥，我鹏岳，你喊谁呢？二哥，李春啊，刚才在那边饺子摊呢。”杨世满3人一愣：“你没看错吧？不可能，绝对是二哥！卧槽，他怎么在这里？这可咋办啊？他回村一说，咱们往后都没脸见人了。你想那些，还不如想想吃完这碗面拉屎是啥感受呢？还是被认出来了。不过这场合别说叫二哥了，叫祖宗都不带答应的，丢不起这个人，更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瓜葛。尤其是赵鹏岳，那货就是大草包，别看在市里不敢蹦跶，但是在村里和镇上可能做了。上辈子出狱，这小子已经不在了，据说死得老惨了。李春佯装没听到，头也不回，走得更快了。上午10点，李春、张斌一帮人来到铁路饭店，他们找了一张大桌，与大林他们坐下聊天。李春跟老孟打过招呼，带着食材来到后厨。饭店大厨叫刘向阳，外号刘大脑袋，是车站正式工。他靠在椅子上，抱着搪瓷缸子，一边喝茶一边哼唱着沙家浜选段。后厨种地，你咋进来了？咣！李春把筐放在案子上。我自己捣鼓几个菜，你继续哼鸡。你还会做菜呢？呵呵，比你强。哼你们生产队母牛不下崽，一转就是怪你把牛逼吹坏了。怪不得你长得这么磕碜，感情是我给吹坏的呀。
噗哈哈！3个学徒工以及2个面岸妇女一时没憋住，集体笑喷。大脑袋站起来就是一通臭骂。李春梅继续跟他斗嘴，开始处理食材。时间有限，待会爆炒1个下水，快捷又下酒。还好在屠宰场买了2对猪腰子，1个生猪肝，4条杀肝。本打算再买1个猪肚来着，但在这个时期竟然没人要猪心管，杀猪的时候扯下来直接丢掉。我在屠宰场捡了足足19根，今天能吃过瘾了。除了这4道下水菜，再做1个麻仁大扁和鱼。刀子来了，二哥啥事儿？会收拾鱼不？那谁不会呀？那行，帮我把鱼收拾干净。我操，这么大条，这得多重啊？5斤7两，人太多，少了不够吃啊。椅子上的大脑袋抻了抻脖子。爱春，咱这儿可没那么大的鱼盘哈。我不做整条，直接装盆。刀子，你们有忌口吗？六子不吃屎算吗？滚犊子！哈哈哈！李春开始摆弄食材，2对猪腰子，1个生猪肝，4条杀肝，还有1小捆处理好的猪心管。大脑袋撩起眼皮，见李春在那鼓捣一堆下水。我说你随便整几样青菜炒肉多好，脏起这玩意儿未冲，没点手艺，炒出来的那玩意儿根本没法下嘴。那是你，换成我炒的，他们都能把盘子舔干净。姐你就吹吧，黑不信你就看着。猪肝切大块，洗净放在盆里，加葱姜蒜干辣椒花椒8角，盐要稍微多放一些，重点是加水，一定要没过猪肝，然后隔水蒸至15分钟。这样做出来的猪肝特别鲜嫩，如果有时间，在料水里浸泡1夜更加入味。随后他又开始改刀腰花。大鲤鱼也被刀子收拾干净，李春接过来，从中间剖开去骨切片备用。今天要做的是下饭神器水煮鱼，所有材料准备齐全，先把麻仁大扁做出来。大脑袋就在一边，李春却一点都不避讳。李春买了5斤大扁，成品做出来装了大半盆，同时猪肝也已经蒸好，端下来继续在料水里浸泡放凉。我做水煮鱼喜欢用泡辣椒，可惜饭店没有。别说泡辣椒了，这几天逛市场，我发现目前热河市场的干辣椒品种就只有本地2荆条，连朝天椒都没有，所以只能用郫县豆瓣炒制。菜底烫熟捞出，汤汁调口，然后将好的鱼片一片片下入锅中，待鱼片颜色变白，迅速捞出。盆里马上葱花蒜末，待锅里2大勺花生油烧热，麻椒干辣椒倒入油锅，再淋在鱼片上。这味儿可真香啊！这是啥做法？看着就好吃。多新鲜，用了那么多油，别说是鱼了，换成蟹底子都好吃。你小子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。这是有点败家哈，在家咱可舍不得这么造，这么多油能做多少菜啊？听到妇女们的小声议论，李春付之一笑，嗨嗨，上菜！6子跑了进来，一看这盆鱼，眼睛也直了。二哥，油瓶子掉菜里了！噗，哈哈哈！废什么话，这叫水煮鱼，就是这么个做法。一会儿你尝尝，好吃就完了。6子撇撇嘴，端着鱼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小声嘟囔一句：“真败家！”操！的确败家，倒退15年敢这么祸害，你小子非得被拉去。得，可别磨叽了，你也出去等着吧，马上开饭。大脑袋一扶椅子坐了起来。得嘞，今天难得吃现成的，刘哥给你验验货，看你小子有几分成色。反正比你强。嘿嘿，你这嘴的确比我能说。走了。接下来的几道菜快得让人眼花，腰花、沙干、心管都是提前码好味儿，主料、辅料等等都提前在一个小盆里抓匀。李春开始烧油，旺火快炒，10几秒出锅。上菜，火爆腰花来了。上菜，蒜香沙干。卧槽，这么快？嘿嘿，快就对了，快点回来熬，下道菜更快。上菜，辣炒心管。不到2分钟，3道菜出锅，后厨几人都傻眼了，外面喝茶众人也震惊不已。大脑袋抻着脖子，瞪大眼睛盯着3道菜，那盆香，油亮亮的，吸溜，看着就特么有食欲啊。老孟也口水直流，大脑袋伸手摸筷子，却被张斌一把扒拉到一边。哎，我二哥还没上桌呢，你们着什么急啊？说啥呢？你刘哥我啥没吃过，这上菜的速度太快了，我就是想看看炒熟了吗？啊，对，除了李春6道菜之外，在饭店又要了排骨炖豆角、大豆腐蘸水、土豆炖牛肉以及小鸡炖蘑菇，10道菜上桌，连同老孟和大脑袋一起围桌。张斌负责满酒，众人盯着菜肴，口水都要压制不住了。我整2句，有啥说的，开整吧，一会儿上任我们该没时间吃了。就是，是个屁，你俩就是搭头，能坐在这吃几口就知足吧。吃，哈哈哈。各位，斌子是我从小光腚玩到大的兄弟，他帮我是应该的，你们能跟着一起去，那是情谊。我李春不能让大家白跑一趟，多了不说，少了不落，大家吃好喝好，一切都在酒里开造。说实话，我跟他们没啥交情，以前的痞子不屑于他们这个行当。这些人中，也就跟大林和刀子比较熟悉。刀子真名叫长春，跟他熟是因为他这个外号来的比较有意思。周大林是我们的头，上辈子我入狱后没多久，大林也跟着进去，而且分到同一个监区。大林刑期短，做了3年狱友，成了哥们儿。除了他们，其他很多人连名字都叫不出来。他们能跟着去撞场面，那是张斌的人情，请这顿酒就是帮张斌还人情，所以话必须说清楚。
二哥可见外了，啥也别说了，都是哥们儿。大林他们迫不及待开动起来。我操，啥呀？这是也太好吃了。以前吃的流腰花都是面的，二哥做这个腰花脆嫩脆嫩的，就是有点辣，嘶哈，好吃过瘾啊！哎，你们快尝尝这个大扁儿，这个才好吃呢。来自周大林的满意值加100，来自哪里印的满意值加100，来自……我说这鱼里面全都是油，能好吃吗？不好吃，一点都不好吃，油太大，吃完了准窜稀，你赶紧吃别的吧。我操，六子，你他妈竟然敢骗我！这鱼滑滑嫩嫩的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也太好吃了。来自长春的满意值，一桌人根本停不下来，满意值蹭蹭刷，9成以上都是满分。尤其是大脑袋，吃的比谁都猛，而且专门盯着猪心管造，筷子都抡出残影了。爱春，这是啥玩意儿？最剩的好吃，好吃你就多吃点，你管它是啥玩意儿呢？咋的？怕我学你手艺？你可拉倒吧！就你炒菜那2下子，啥好玩意儿给你也白搭。我不跟你一样是儿的，慌！哈哈哈，奏兴！李春吃口菜，刚要提杯酒，发现所有人杯子里都有酒，唯独马三杯子里是北冰洋。马三，你咋跟娘们似的，还喝上汽水了？我喝酒不行，一杯啤酒就完犊子了，我怕喝多了整出点啥，让你们看笑话。别扯了，玉红班的孩子喝一杯啤酒都没事儿，咋地？你还不如孩子呀！我操，刚才我还没注意，大家都喝白酒，你咋这么特殊呢？不行，赶紧换上。就是，在人民队伍中搞特殊化，你小子是想挨收拾吧？我酒量真不行，别给我倒白酒，会死人的。奥哥，我喝杯啤酒意思行不？喝汽水就喝汽水呗，只要大家高兴就行。可别人不同意，给马三倒了一杯啤酒。马三端着酒杯直喘粗气，手都有点发抖了，一咬牙一瞪眼，马三站了起来。行，今天我就陪大家喝一杯。好，这才对嘛，都是哥们儿，凭啥你搞特殊啊？六子，再给马三买上。大家喝了一口，他们边吃边聊，李春却始终盯着马三看。马三一杯酒下肚，脸色立马红了起来，不过看着好像不是酒精过敏，就是纯的菜。老妈，这麻仁大扁咋样？好吃，没想到你小子还有这样的好手艺，商量，回头你教大脑袋，咱们饭店也上这道菜，保证叫做咱们饭店菜品就那么几样，领导说过好多次，让我们多添点儿花样，可老刘你知道也就那样了，多整点儿麻仁大扁这样的菜，顾客满意，领导大扁也能有个交代了。李春是外人，跟我关系也不错，要是能教我几道菜应付差事，那可就太好了。丫的收拾不了大脑袋，还想让老子当坏人，老孟挺能扯犊子。你们俩的事儿是我能掺和的吗？李春刚要拒绝，对面马三抡起手臂，一巴掌重重拍在餐桌上，桌上的酒瓶子都给震倒了，全场懵逼了。马三摇晃着身体，猩红的眼珠子瞪着李春。奥哥，咋了兄弟？奥哥，你没吹牛逼，做菜比我妈做的还好吃。我妈没的时候就请你坐席，你得给兄弟这个面子。旁边的六子拍了马三一巴掌。你他妈说啥呢？真喝多了。马三身子晃了晃，看了六子一眼，挥了挥手，然后坐下来，拿起空杯子一饮而尽，突然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起来。啊，妈呀，我的妈呀！所有人都蒙圈了。偌大的饭店里，此刻就只有马三的哭嚎声。马三还真没扒瞎，酒量还真不如一般老娘们儿，这才2杯不到就完犊子了。还有这酒品，跟蓝泉都有的一拼了。哭着哭着，马三便没了动静，这货竟然睡着了。众人长舒一口气。二哥，不好意思哈，我也不知道马三酒量这么怂。没事儿，喝多了自己也控制不住，正常。不过他不该拿他妈开玩笑。马三说的那些话，李春已经决定不与之交往。我有一个底线，绝不跟不孝之人交往。马三刚才那话简直就是诅咒他老妈早死，这不就是个混蛋吗？二哥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马三他妈胃癌晚期，就在家里等死了。要不是马三在外面玩命抓钱，又抓弄黑枣回去，他妈早就没了。此言一出，李春、张斌大吃一惊，联想那天在学校外马三跟自己说的那些话，李春好像明白了。马三在外面干这个是为了挣钱给他妈看病。刀子所说的黑枣其实就是如意膏，那玩意儿能止痛，马三能找到那东西，显然也没少费心思啊。他妈都那样了，马三咋不回家呢？我问过他，他说不敢回去，听他妈喊疼，他心里难受，现在全由他大哥照顾。二哥，马三人不错，你跟他不熟，但要说他二哥，你肯定听说过。谁？马三叫马立英，他二哥叫马立成，外号二成子。不止李春，就连老孟和大脑袋听到这个名字都倒抽一口凉气。二成子当年可是车站掏包的扛把子，大林当初也只是二成子的狗腿子而已。别看二成子也是个掏包的，可这个人相当仗义，还有一股子民族气节。83年市招入住几个小鬼子，联想到当年的国仇家恨，二成子愤然出手，拿了小鬼子70多日元。可点儿背赶上严打，又是对外国友人下手，速战速决，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二成子便成为过去式。这件事人尽皆知。没想到马三竟然是二成子的亲弟弟。
马三家是喇嘛寺村的，原来他只是家门口一个小混混。春天的时候，他老妈查出胃癌，为了抓钱，马三来车家找到我和大林。我两念及二成子当年的旧情，收下马三，只是让他帮忙过手，就坐等分钱。先把马三整回去休息，饭店马上就该上人了，他跟着趴着，影响人家做买卖。回头等他醒酒，告诉他给他家坐席没问题，但我那规矩。二哥，你这手艺没得说，他家出手，我们兄弟几个得给他撑场面，20块钱我出了，你能接这活，就算帮我们了。刀子几人也随之附和。别的以后再说，先把他弄回去休息，咱们接着喝。六子和刀子把马三搀扶起来，后者抬起头四处寻找李春。道哥呢？在这呢，你先回去睡会儿，有啥话咱们回头再说啊。道哥，给兄弟个面子，帮我坐席。臣我应下了。马三咧嘴一笑，给刀子竖了个大拇指。二哥够意思。靠，二哥在那边呢。可马三根本不看别人，就认准刀子了。道哥，你做菜好吃，能给我家坐席，兄弟我有面子。啊，对，别几把墨迹了，赶紧跟我回去睡觉。道哥，我再说最后一句，咱家坐席不要水煮鱼，太他妈费油了。吐，哈哈哈，赶紧弄走。都特么喝成这逼样了，还不忘了吐槽水煮鱼，你这是有多大执念啊？他们走后，众人感慨马三家的不幸，但很快就推杯换盏起来。临近中午，宾客迎门，老孟和大脑袋放下筷子忙碌起来。宾客中80%以上都是各单位来这边吃工作餐，很多认识张斌，经常通过他买卧铺票，主动过来打招呼。老孟，你们这上新菜了？这是什么鱼？油汪汪的，看着还不错哈。廖孟，给我这桌也来盆这样的鱼，这腰子也给我们来一盘。那啥，不好意思各位，咱们饭店还是原来的菜式，这一桌是人家自己做的。上几人看向张斌，没错，是我二哥自己做的，坐下尝尝。这厉害。类似情况几乎发生在每一位到店客人身上，老孟解释的嘴都瓢了。这一会儿没人，去找下二村。老妈，刚才我就要跟你说来着，被马三一打岔给忘了。李春把自己想要卖熟食事情跟他讲了一遍。老妈，别的菜你就别指望了，我就算教大脑袋，就他那样的做出来也不伦不类。麻仁大扁，到时候你可以直接来我这里进货，还有其他种类熟食，味道包你满意，这下你不就能添好多花样了吗？哦，对了，麻仁大扁我特意多做了一些，一会儿你给每桌上一小碟，让大家尝尝，如果反响不大，就当我没说。铁路饭店还要火爆好几年，这可是一个稳定的大客户，而且来这吃饭的都是个单位说得上话的人，他们吃好了，或许单位食堂也会成为客户，如此一来，路子不就变宽了吗？可以啊，兄弟，你小子要当大老板吗？扯淡，出摊卖熟食算个屁大老板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做的那玩意儿不比别家差太多，哥哥保证去你那上货。自己人肯定要照顾自己人是吧？那啥，剩下的大扁在那，而我先去伺候那些大爷，咱们一会儿再唠。20分钟后，老孟急头白脸的找到李春。兄弟，你啥时候开始出摊？下午3点，李春蹬着3轮车往家走，自行车横担在车厢上，两头超宽。今天中午这顿饭请得太值了，帮张斌还了人情，还预约了马三家的大席。最大的收获还是铁路饭店，老孟给每桌上了一小碟麻仁大扁，所有人集体好评，刷了3000多满意值。老孟找到自己，一听说还要准备一段时间才出摊，顿时急眼了。还要那么长时间？那不行，刚才这帮孙子都吃美了，点名明天过来还要吃，你不卖火我去哪儿给他们整？那我以后每天给饭店送麻仁大扁和花生各5斤试水，至于熟食暂时真的没办法，但我保证尽快。行，成交。麻仁大扁每斤1块4，麻仁花生每斤8毛。每次送10斤净赚3块左右，可比工人工资高多了。只是这样赚满意值还是太慢了，算上李楠他们贡献的满意值，目前累积才7000出头，我都懒得抽奖，万一只抽中几包火柴还不够闹心的呢，还是等凑够1万来个10连抽更痛快。哎，还得想办法承接坐席业务啊。午饭结束，他去市场采购了一些花生、大扁以及芝麻，可惜手里钱不多，只能随卖随进货了。回到饭店，给老孟每样做了5斤，正式送货从后天开始。这次返程一切顺利，路过小树林也没有被打劫。大柳树下，一大群人乘凉唠嗑。李卫国跟秋燕姐他爸杨志田下棋，妇女们在一旁宽慰王慧兰：“嫂子，别跟那种人置气，犯不上。他也没说啥不中听的，我们都能作证，你怕啥？”你们没看他那样子，那双眼睛进院儿就到处寻摸，还掀我家锅盖，就是认准我家了。老娘这2天心情好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这几天最好别让老娘听到啥闲话，不然老娘非撕烂他那张破嘴。哎呦，我家老二回来了！哎呦，我的天，你咋才回来呀？李春赶紧把弯梁上车闸卡上。妈，家里出啥事儿了？家里没事儿，你这2天不在家正好。你不知道，咱们村里这几天丢了好几只鸡。今天下午，刘学义媳妇儿专门跑咱家晃悠一圈，看那架势，准以为是你偷的呢。真特娘的，我儿子都要当。王慧兰一激动差点说漏嘴，赶紧改口。反正我儿子不可能偷人家东西。丢鸡！
李春脑海中瞬间浮现出赵鹏岳那4个小崽子的身影。早上遇到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可疑，现在看来这事儿跑不了他们。一想到他们被老王逼着吃辣椒，有可能引发局部激烈反应，李春就想笑。妈，咱家丢鸡了吗？那没有。你这3轮车哪儿来的？东西有点多，自行车不好驮，斌子把饭店的3轮车借出来了，我先用着。你咋啥都借呀？这东西齁老贵的，还这么新，给人家骑坏了咋整？李春一笑，照着车厢咣咣就是2脚，把一众妇女吓了一跳。饭店有3麻子，这玩意儿早就不用了，就跟那生锈呢。这是前天新喷的漆。饭店老孟说了，随便造，撞碎了推回去都没关系。王慧兰迫不及待拉着李春回家。你等会儿，我先把车子卸下来。大柳树这坡度还算平缓，再往家走，推着这么多东西就有些费劲了。王慧兰主动帮忙，把自行车卸了下来。这是啥？方便面？还有这样的方便面？小兵给的？呐。嘿嘿，那孩子真不错，有啥好东西都想着咱们。李春推着自行车，王慧兰把竹筐放在后车架上扶着，对还在下棋的李卫国喊道：“老李，先别玩了，瞅着点儿3轮车，别磕到孩子。”李卫国这盘棋眼看要输，正好就坡下驴站了起来。我知道了，去别的地玩去。李卫国围着3轮车打量起来。李春的自行车我经常骑，这3个轱辘的还真没试过，也不知道骑上去是啥感觉。妈，我自己能推，你跟他们唠去呗。唠啥唠？我有正经事儿跟你说。啥事儿？哎呀，回家再说。这一天还神叨的。李家院里，李楠在阴凉处洗衣服，李子慧撅着腚正拿小瓶盖蒯洗衣盆里的水灌溉蚂蚁窝。一看到李春进院，他把瓶盖丢到一边，迈着小短腿儿飞扑过来。二叔，有好吃的吗？你就认得吃，楠楠快过来看看我带啥好东西回来了。哇，萨琪玛，巨人里的萨琪玛，二哥你真给我买了。芝麻球，又有芝麻球吃啦！王慧兰急得不行，伸手把2人扒拉到一边。去，一边玩儿去！我跟你二叔有话说。春儿，跟我进屋。妈，到底啥事儿？不就是村里传闲话吗？让他们说去呗，反正我这明码标价。不是这事儿，进屋说。王慧兰拉着儿子刚要进屋，大柳树那边突然传来一声惊呼：“妈呀，老李你这是咋整的？哎呦我的天，流血了！慧兰、二春，快出来，你爸脑袋又磕流血了！”李春撒腿儿就往外跑。王慧兰紧随其后追了出去，大眼井旁，李卫国已经被大家搀扶起来，满头是血，跨栏背心都染成了红色，而那辆3轮车歪倒在井边，右边后车轱辘已经包了饺子。这是咋整的？骑3轮车撞井沿上了，人都差点掉井里，我就纳闷儿了，老李连2轱辘的自行车都能骑，换成3轱辘的咋还翻车了呢？你娘俩前脚刚走，老李跨上3轮车，松开车闸，还没等脚上用力，3轮车突然向坡下倒着滑了下去，2只脚都被脚蹬子甩开，随后3轮车倒着画了个 C 字，径直奔着坡下大眼井冲去。眨眼之间，3轮车后车轮刮到井沿上，惯性把老李从车上掀了下来，脑袋与井沿发生亲密接触，直接把老李撞懵了。杨志田一把拉开朱大娘，先别说废话了，春儿啊，赶紧回家骑自行车，拖着你爸去镇上卫生所缝针，流这么多血，指定是大口子。李春点头，转身往回跑。王慧兰跑过来，吓得脸色惨白。哎呦我的天，让你看着3轮车，一会儿的功夫咋造成这样啊？嫂子可别说了，老李大哥都摔懵了。老李这几天点子有点背啊，耳根子的伤口还没拆线呢，这又把脑瓜可干开了，是不是碰到啥脏东西了？妈呀，还真有可能。慧兰啊，赶紧找人给老李看看吧，回出血，啥好人也扛不住这样造。来了，二春来了，赶紧去卫生所。李春骑着自行车冲过来，杨志田帮忙把李卫国的背心脱下来，摁在伤口上，扶着他坐上自行车。儿子，兜里装钱了吗？装着呢，你快回去做饭吧，我看了伤口，问题不大，别担心了哈。李春登上自行车，向镇上狂奔而去。李卫国一手捂着脑袋，在后座龇牙咧嘴直哼哼。你那是啥破玩意儿？还没蹬呢，自己个就往后面出溜，还有车把，根本搬不动。3轮车跟自行车不一样，你第一次骑，倒是找个平地是乎啊，在坡上松开闸，能不往后跑吗？那啥，我看车轱辘包饺子了，修下来得花不少钱吧？我的天，都啥时候了，你还想这个？先别说话了，暴土扬长的都进嘴里了。他们不到5分钟就赶到卫生所，他把车子丢到一边，扶着老爸来到处置室，推开门，大夫池丹一看是这爷俩，都愣了一下。李春这小子以前3天2头往我这跑，不是自己受伤就是把别人打伤，都是常客了。那个人前几天刚来过，左边耳根子就是我处理的，还没到拆线的日子，这咋又整成血葫芦了？难道上次也是李春这小子打的？李春扶着老爸坐下，见池丹发愣，李春赶紧催促：别愣着了，赶紧处理伤口，这一路可没少流血。哦对了，这是我爸。你爸？我还以为。行了，我先处理伤口，你去补个号。等李春回来，池丹正在跟李卫国交流头发问题。
缝针必须要清理伤口周围的毛发，这次的伤口在头顶，得把头发全都剪干净，看着也匀称一些。全剃了吗？就剃伤口那一块不行吗？李春脑补一下，只剪掉局部的发型，差点笑出声来。全部剪掉，池大夫就听您的。一通流程下来，忙活1个半小时，都快下班了。出了卫生所，李春对着整个头部缠满白纱布的李卫国：“这次老老实实在家歇着吧，这么热的天儿，感染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李卫国沉默不语。对了，池大夫说了，也不能喝酒，回头我喝，你跟旁边闻闻味儿就行了哈。滚你马犊子！哈哈哈！二春，李春偏头一看，正是派出所副所长刘庆福。庆福，老二又惹祸了。没有，我刚下班看到你们打声招呼，你脑袋是咋整的？李卫国眼神闪躲，在家干活不小心摔的。咋样？严重呢？没啥大事儿，这不刚从卫生所出来，准备回家呢。没事儿就好，先别急着走，去我家吃完饭再回去呗。那不行，你婶子在家还惦记着呢，改天的吧。那行吧。临分别时，刘庆福低声李春说道：“明天晚上来我家吃饭，必须来。”李春笑着点点头，骑车离去。路过曲轴厂，正赶上郑启明推自行车出来，看到李卫国那缠满纱布的脑袋以及身上的血渍，足足愣神5秒钟。卧槽！随后登上自行车，死命往家赶。进了家门，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。月兰，大事不好了！李春一边蹬车，一边感觉到满意值在增长。看来麻人大扁在晚饭口再次得到好评，照这样下去，今晚就有可能破万。这样好像也不错，虽然不如大席收取满意值集中，可积少成多，数量也会相当可观。况且这还只是麻人大扁一道菜，以后慢慢开发种类，赚取满意值的速度只能越来越快。一切按照自己的规划稳步进行，其他就顺其自然吧。回到家，大哥大嫂听到消息也赶了回来，得知伤势不算太严重，大家这才放心。晚饭是大嫂做的，王慧兰在李卫国身边叨叨个不停：“你最近都干啥来着？是不是碰到啥不干净的东西了？1个礼拜见2次血，点子咋这么背呢？老大媳妇儿，明天你开菜回来，咱俩去杨家沟找老杨婆子给你爸看看，是不是犯啥说到了？”你可快拉倒吧，他会看个屁，那是宣扬封建迷信，当年还少挨收拾了，小心被人举报，把你也抓起来。你啥意思？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？1个礼拜脑袋受伤2次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再有一次说不定老娘就要守寡了，还举报，那都是哪年的老黄历了？这几年找他看的人还少啊。就连赵武家老二结婚都是找老杨婆，赵小双结婚就是老杨婆给看的日子，可还是出事儿，把老李脑袋开瓢了。这么一想，那老婆子看的也不咋准啊。妈，我爸这2次受伤都是赶上老二在的时候，怕不是他俩最近犯冲吧？下一刻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李春身上，就连在外面做饭的大嫂都歪头看了过来。那咋地？要不你们清理门户？行了，这点灾祸都过去了，往后大吉大利。你们也别整那些没用的，还是先说老二的事吧。我不就是村里传闲话，说我想钱想疯了吗？我不在乎，让他们随便说，说的再难听，我也不少一块肉。我就是想钱想疯了咋了？谁不想钱多？我凭手艺挣钱，不偷不抢不缺德，反正我还是那句话，找我做席岂不20？不是这事儿，不是，那是啥事儿？老爸脸上没有怒容，大哥一脸憨笑，大嫂的目光中好像多了点什么。最明显的就是老妈王慧兰，刚才还阴云密布，转瞬拨云见日，喜上眉梢，不眨眼的看我，好像在欣赏稀世珍宝一般，怪吓人的。不是，你们都咋了？到底啥事儿？妈，你干啥这样看我？是不是我脸上有啥脏东西？妈就是想好好看看你。你说你打小就不省心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，可你这命咋就这么好呢？俺明儿啊，妈带你给你爷爷奶奶烧几张纸去，肯定是他们保佑你呢。妈，你今天咋老是神神叨叨的？李卫国把手中的搪瓷缸子往炕桌上一蹲。行了，说正事儿。老二啊，你……呜呼，4队的李春，市里来电话找你，听到广播马上来大队接电话。4队的李春在家吗？有你电话。那啥，我先去接电话，有啥事儿回来再说。说完转身就走。李楠嗖的一下从炕上跳了下来。二哥，等等我跟你一起去。李卫国4人面面相觑。就一句话的事儿，你跟那墨迹个没完没了，害得老娘白激动了。这也能怪我？我说啥了？还不是你们在那净扯没用的吗？要不老子早就说清楚了。这娘们儿真不说理啊！自行车后座上，李楠正搂着二哥虎腰。二哥，我在筐里发现一双旱冰鞋。你兵哥给你要来的，去场院或者小学操场平地上玩。哇，二哥你太好了！你先别激动，明天让大嫂找破棉花缝个厚带子，护住磕膝盖和胳膊肘才能玩，磕破了落下疤了就麻烦了。啊个屁，必须做。知道了。楠楠，爸妈他们神神秘秘的，到底有啥事儿要跟我说？二哥，恭喜你，你要当工人了，这2天给妈高兴坏了，晚上做梦还嘎嘎乐呢。李春捏闸与绞杀并用，自行车停了下来。你说啥？李楠赶紧从车上跳下来，白了李春一眼。你这么激动干啥？都吓死我啦！
不是，谁跟你说我要当工人来着？到底咋回事儿？礼拜天，戴所长领着蓝厂长两口子上家来着。李楠把蓝泉上门感谢的事情讲了一遍。二哥，这次还多亏大嫂呢，要不是她开口帮你要工作，爸妈都没想起来。李春听完没有半点惊喜，反而脑壳嗡嗡作响，头疼欲裂。蓝泉来过，还承诺帮我落实工作。卧槽啊！那个酒蒙子这么仗义的吗？我特么谢谢你啊！换作是上辈子的自己，听到这个消息或许开心的不行，可现在真的不需要啊。参考老妈今天的表情，我两世为人都没见她笑得如此灿烂过。如果直接拒绝，都不敢想象老妈会做出怎样的过激反应啊！二哥，见李春走神，李楠轻轻推了他一把。二哥，你不高兴？高兴？我特么都要高兴死了！我先去接电话，你自己走回去吧。说完，登上自行车绝尘而去。李楠愣了2秒钟才反应过来，气得直跺脚。喂，你倒是等等我呀！与此同时，郑启明家桌上摆好饭菜，却没有一人动筷子。郑启明低头抽烟。那天老李跟我们两口子表态，咱家老二办喜事那天肯定能拆线，就算没完全养好，戴上红帽子过来做席，也不会耽误咱家的大事儿。可现在旧伤未愈，新伤又来，据说伤的比上次还要严重的多。眼看还有3天就是儿子结婚的正日子，老李指定是来不了了，这不抓瞎了吗？高月兰狠狠瞪了郑启明一眼。你别不说话，到底咋整？要不就请你们单位食堂的厨子过来。他们哪行？除了做大锅菜，啥也不是。高月兰一屁股坐在炕沿上。那你说咋办？你还真要请外村做席的呀？真要那样，往后跟老李家可就结仇了。要不我去跟二春说，还是让他来吧。老二郑福林连连点头。我看行，二哥虽然脾气不好，但办事儿还是挺有面儿的。那哪行啊？你爹可是说了，就算全镇厨子死绝了，就算不给老二办事儿，都不带请人家二春的。郑家哥俩没憋住笑出声来。放你娘的屁！老子只说他要价太高，啥时候说过那些屁话？高月兰站起来把桌子拍得啪啪响。现在说别的没用，老二还有3天办事儿，到现在连坐席的厨子都还没定下来。你是当家的，你得拿个章程出来。郑启明把烟头丢在地上，狠狠踩了2脚。那就还找二春一会儿。正说着，让李春来大队接电话的广播响起。他家就在大队后面，也别去家里请了，直接去队部找他说吧。李春刚到大队，电话又打了过来。麻仁大便和花生不够卖了，那帮食客不花自己钱，倒是一点儿都不心疼，不但死命吃，完事儿每人还打包1份带走。这下就连你为明天提前准备出来的那10斤也拿出来，都没坚持到6点钟。你明天中午饭口之前必须把货送到，数量增加1倍，以后每天送20斤，不够再说。还有你啥时候卤熟食？还有一些事儿没办成，你再等几天。挂掉电话，他嘴角高高翘了起来。每天送20斤，1个月的净利润就是160-170块，比2个8级工的工资加起来还要多。就这，给老子一个厂长都不干啊！啥好事儿，把你高兴成这样？呵呵，上边领导说你这个会计不作为，薅社会主义羊毛，性质恶劣，问题严重，准备让你滚蛋，让老子干你这活儿。噗！陈玉成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。我靠，你可别乱给我扣帽子哈，被人听到，不是真的也是真的了。咋的？老子说错了？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你不在家带孩子，还赖在这听广播，你犯错误了，知道吗？兄弟，你可别开玩笑了，我家你嫂子那人你也知道，我就是出来躲心境的。奏兴，逗你玩呢，走了。李春刚把自行车掉头，郑启明2口子迎面走了过来。十二，吃饭了没？吃了。二春啊，你来这边，婶子找你有事儿。3人到了一边，李春主动拿出烟给郑启明点上一支。婶子，有啥事儿你说。二春，那天回去我们合计来着，20办事还是请你坐席，那天你没别的事儿吧？没事，谢谢婶子信任，我指定给你们办得漂漂亮亮的。李春的态度让郑启明2口子感到意外。二春啊，那天叔的态度，叔你别说了，20块钱毕竟不是小事儿，我都能理解。再说了，你是长辈儿，别说态度不好，就算骂我几句我也得听着。还是那句话，食材上尽量帮你们省钱，但席面一定做好，至少不会比赵家次。郑启明咧着大嘴笑了起来，重重拍了拍李春的肩膀。行，叔啥也不说了，你小子是个爷们儿。二春可比以前稳重太多了，等回头婶子给你介绍个好姑娘哈。得嘞，我谢谢您了。郑启明2口子回心转意来的可太及时了，有赵家和他们家2位大客户在前边打样，往后开展业务就会顺利得多。而且来郑家吃席的肯定有曲轴厂的人，把席面做好了，或许就是往曲轴职工群体渗透的契机。郑家这次的业务真的太重要了。12，那咱就定下了。20办事是礼拜天，周5晚上我过去，咱们把菜单定下来。定下了。那我就先回去了哈，刚接个电话，晚饭还没吃呢。哎呦喂，这时候还没吃饭呢，要不来婶子家，婶子给你下碗挂面吃。不麻烦你了，家里都是现成的。走了哈。李春刚要走，又被高月兰拉住。婶子，还有别的事儿？
那啥，二春啊，这几天村里传你的那些话，可不是婶子说出去的，真不是。嗨，让他们说去呗，我有不少块肉，就当帮我宣传了。真不是婶子说的。没事儿，我不在乎。郑叔，咱回头见哈。说完，李春登车离去，出了大院不由撇撇嘴。我可不相信不是高月兰传出去的，在这方面，高婶子经才绝艳，天赋异禀，全村无人能出其右。院里，高月兰急得直跺脚。老郑，那些闲话真特么不是我传出去的啊！对，老东西，你啥意思？你看你，我能有啥意思？那啥，我还得去找李喜，先走了哈。郑启明迈大步离开，身后的高月兰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这字真不是老娘说的，你们咋都不信啊？王八高操的，要让老娘知道是哪个瘪犊子传的瞎话，老娘非撕了他不可。接个电话咋去了那么长时间？一家子都等着你呢。出来的时候遇到我郑叔两口子了，他们商量好了，礼拜天二林结婚，还是找我去做席。爸，这下你在家里安心养伤吧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家都没有太过惊讶。先别管那个，蓝厂长答应给你安排工作的事情，楠楠都跟你说了。李楠回来说跟二哥剧透工作问题，王慧兰心里还有些失落，给闺女一个大大的白眼儿。这死妮子一点都不懂事儿，这么大的事就应该老娘亲自跟她说才对嘛。呐，快跟妈说说，那天晚上你跟蓝厂长到底是咋回事儿？那么大领导说的话，指定能准成吧？我的老天爷，打架都能打出一个工作名额，真是啥新鲜事儿都有啊！老二就是运气好。对，这小子打小运气就好，吃苦受累的活儿都躲着他。妈，你猜刚才谁给我打的电话？哎呀，我管谁给你打电话呢？现在说工作，啥事儿也没这事儿重要。这个电话还真比工作重要。这2天我在市里联系个长期挣钱的买卖。李春把跟饭店的约定以及大概收入讲了一遍，家人面面相觑，满眼皆是不可思议。多少？就那花生米，1个月能挣100多。你大哥上班，我开菜卖菜，2人加起来1个月才挣40-50块钱。你这……所以我才不去上班。俗话说，好汉子不挣有数的钱。改开都8年了，外面挣钱的买卖多的是，干啥都比上班挣死工资强。现在不是生产队那会儿了，以前大家都羡慕郑启明，话里话外都是郑启明怎么样。那时候的工人的确风光，可现在大家眼里就只有钱，整天念叨的是朱家哥俩买摩托车，杨万富家买冰箱、买彩电。你看还有谁拿郑启明跟他们做比较？就朱燕志买的幸福520，郑启明靠工资想要买一辆，不吃不喝得挣10年，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咱不说朱家哥俩，也不说杨万富，就说我给饭店送麻仁大扁，1个月就能赚到我郑叔4个月工资，往后我还要给饭店送熟食，只能赚得更多。我放着真金白银，大把挣钱的机会不要，就为了体面去单位上班挣死工资，那不是脑子有病吗？去单位上班稳定，你往饭店送那玩意儿，能送多久谁也不能保证，哪天人家不要了，工作机会也没了，后悔都来不及。爸妈，我今年22，不是孩子了，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们的，但事业和婚姻我要自己做主。你说啥？你到底想干啥？还反了你呢？我就认准做席和做买卖了，工作我肯定不要，你逼我也没用，把我逼急眼了，我还去外面瞎混，你特吗？李卫国就要动手，被李海紧紧抱住，回头瞪了李春一眼。老二，你咋跟爸说话呢？李春耸肩，撇嘴，摊手。日子过崴了，你特么可别后悔。路是我自己走的，指定不后悔。哼！李卫国哼了一声，坐回去不再理会了。王慧兰靠在炕琴上。妈，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明天我去饭店送货，你跟我一起去。气开！王慧兰猛地甩开儿子的手，狠狠地瞪着李春，嘴唇微微颤抖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去不去上班？不去。好，你主意正，老娘管不了你，但是这个工作名额是你大嫂开口要来的，不能浪费。你去求蓝厂长，把这个机会给你大哥，你不惜的去，让你大哥去酒厂上班。啊！李春看向大哥大嫂，大哥双眼闪光，大嫂满脸期待。王慧兰给了李春一巴掌。你倒是说话呀！妈，上班有啥好的？为啥非得要这份工作啊？少说废话，你就说行不行吧。李春转头看向大嫂，嫂子，你也想我大哥去酒厂上班？你大哥在砖厂上班太累了，既然蓝厂长那边你不想去，那你就受累帮你大哥问问，算嫂子求你。李春连连摆手。嫂子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既然你也想让我大哥去，那过几天我就去找蓝泉问问。不过有些话咱可得说在前面，我大哥要是去上班，肯定要转非农业，那他的地可就没了。工作要紧，那破地能有啥？妈，这不是小事儿，必须我大哥大嫂自己决定。李春再三确定，大哥大嫂却坚定不移。他们那副样子，今晚估计都得失眠了。大哥大嫂带着孩子回家，李卫国也端着茶缸子走了出去，眼中有些茫然。1个礼拜之内连续2次受伤，郑启明家老二结婚，自己又无法参加。反观二春的境遇却恰好截然相反，
自己的倒霉成就他露脸的机会，连带着最近的运气都好得不得了。难道老子跟那个瘪犊子真的犯冲不成？要不就找人给看看。他们出去了，可老妈还在那生闷气。李春凑了上去，一把拉住老妈的手臂。哥，我不，你给我起开！你不是自己做主吗？要我这个妈还有啥用？老王同志，你可不要胡搅蛮缠哈！我说事业和婚姻自己做主，其他的还是您老人家说的算，您才是这个家的老大。王慧兰把脸扭向一边，但李春注意到了，老妈的嘴角微不可察的翘起一下。李楠把剩饭端上桌。二哥，你说媳妇儿想找个啥样的？李春眯眼想了一下，媳妇嘛，我的梦中情人，她要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，乌黑的头发才够健康。另外，她一定要白。你可拉倒吧，就你那肤色，是个女的站你身边都显摆。噗哈哈哈！笑着笑着，李楠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孙淑婷的影子。话说，蓝厂长的媳妇儿就很白，我从来就没见过皮肤那么白的女人。她那肤色白的不正常，一看就是有病。可不兴在背后咒人家。我说的是事实，正常人皮肤哪有那么白的？尤其是晚上，跟活鬼似的，老吓人了。还有啊，人家只是跟咱们客气客气，你们千万别太认真。尤其是那女人，那天晚上见到我就跟防贼似的，人家根本瞧不上咱们老农民。王慧兰抬手给了他一巴掌。胡说八道，人家蓝厂长快人快语，他媳妇儿小孙是上海那边过来的老知青，文文静静的，说话可好听了。你说那天晚上的事儿，小孙还特意道歉来着。人家刚搬过来，大半夜遇见一个陌生的大小伙子，能不害怕吗？再说了，你也不瞅瞅你自己，长得就不像好东西，也就我是你妈，要不然我半夜看到你这样的，心里也发怵。李楠倒在炕上打滚，笑得肚子疼。好家伙，老妈跟蓝泉两口子聊得那么透彻，连人家祖籍都了解得清清楚楚，这社交能力完全不输给高月兰啊！老妈这会儿心情好了很多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他抱着老妈的手臂，妈，我知道你气啥，你放心，我以后挣钱了，你有的是机会出去显摆。滚蛋！那你明天还跟我去市里不？你少跟我嘻嘻哈哈的，不把你大哥的事儿办了，老娘跟你没完。费了一番口舌，总算暂时把老妈哄好。这几天虽然没干啥力气活，但来回折腾也感觉有点乏累。他吃过晚饭，烧点热水冲个凉，便回西屋休息。李春抽根烟查看系统数据，铁路饭店晚饭口爆发，积攒的满意值已经达到11000多，可以来一波抽奖了。系统11连抽走起。叮，恭喜您抽中脖头火柴1包，恭喜您抽中丁香1斤，恭喜您！抽奖结束，李春露出笑容。今天运气好，11次抽奖，火柴只中了3次，其余8次机会全都是干货。绵白糖2斤，冰糖1斤，白胡椒、草果、丁香和白芷各1斤，还有1斤生核桃仁。核桃仁当然也能入赚，但价格跟鸡蛋都差不多，性价比不高，不适合农村宴席，先存着吧，有时间拿出来干炒，或者做焦糖核桃仁当零食也不错。为什么这次抽到的好东西多？看来得在抽奖之前冲凉。随后他趴在炕上思考接下来几天的安排。明天去给老孟送货，回来就去镇上找合适的房子，安顿下来之后，熟食必须尽快安排，太耽误挣钱了。至于所需要的本金，等找到房子做个预算，一共需要多少一次性解决。晚上去刘庆福家吃饭，看他今天的表情，估计会有好消息。上辈子他们两口子对自己有恩，真要是能帮到他们，那可太好了。至于去找蓝泉说大哥的事儿，反倒不用太着急。热河酒厂就在姥姥家太平庄村外，对酒厂的情况太熟悉了。别看那是市属企业，名头怪吓人的，实际上外强中干，经营有很大的问题。前年欠几个舅舅家的粮食钱，到现在还没有结清呢。那家酒厂说白了就是个烂摊子，蓝泉调过来，正经的头疼一阵子呢。暂时不会有太多精力想别的，等他过一阵子捋顺了再说也不迟。第二天一早，望着窗外稀稀拉拉的小雨，李春皱起了眉头。天阴沉的厉害，一点风都没有，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。本来打算起早把麻仁花生做出来，带着成品给老孟送去，可眼下这天气，只能去饭店现做了。妈，中午给我那屋炕烧一下，有点潮。就你事儿多，外面下着雨呢，你还要出去？饭店等着用呢，别说下雨了，就算下刀子也得去。那3轮车轱辘咋整？等好天气卸下来，去修车铺看看能不能修，不能修就换新的呗。说得轻巧，那玩意儿换新的要不少钱呢。就你会说，那还不是你给撞坏的？